奶奶家，我不是已经病死了吗？1990年10月2日，90年，我真的重生了，重生到了我被堂弟推倒磕到头的那一天。可为什么会是10月2日？为什么就不能早几天？这样就能改变爸爸遭遇车祸的命运。上一世，爸爸遭遇车祸后被医院判定瘫痪，爷爷奶奶不仅摊掉了我爸的赔偿款，还立刻分家将我们一家赶了出去。之后爸爸为了不拖累我们，绝望自杀，妈妈也被同事施清血算计，从组长贬为组员，又处处打压，害得他心力交瘁，郁郁而终。既然老天让我重活一世，我一定要改写我们一家的悲剧。这是哪里？难道小说里常见的神秘空间？那一定有灵泉在。太好了，爸爸的腿有救了。这是空间的介绍和使用方法。芥子空间跟灵魂绑定，目前只是初始阶段，灵液是1年份的，效果很弱。想要更高年份的，就必须需要收集玉石、谷物，让空间进化。看来现在还没办法彻底治好瘫痪，不过有空间内，这一天不会等太久的。时间不早了，妈妈应该快回来了，她又要去求爷爷奶奶带爸爸去省城看病。可是他们根本没想过给爸爸治病，他们只是在观望，一旦确定了爸爸的病情，他们就会迫不及待地分家。分吧，看这一世会是谁后悔。2层小楼，6个房间，靠我爸工资建的这么大的院子，却偏偏没有我们一家的容身之地。真是从根子上烂透了，一群白眼狼。哟，还知道死出来呢，还不快去干活？杵在这儿干嘛？这么大的丫头了，谁家像你一样，一天到晚躲在屋里偷懒儿？奶奶，今天我被学才推下台阶，晕了很久，刚刚才醒，所以我没多懒。要是咱们老曹家真有懒鬼，那您可得查清楚了，该打就打，该骂就骂，咱们老曹家可不行懒鬼。妈，上一世也是这样，妈妈跪下来求他们，妈，你帮帮德明好吗？帮帮他吧，他还那么年轻，不能下半辈子就这么躺在床上啊！他可是你亲儿子啊，妈！哭，就知道哭！你哭死了，老二就能好吗？我看老二就是被你这个丧门星克的，别人回来都没事，就他倒霉被车撞。家里这么多口人吃饭不要钱啊？哪样不要花钱？我今天就把话撂这儿，老二的腿家里1分钱都没有，你想治自己拿钱想办法，别整天哭哭唧唧的，丧气！这个家的福气都快让你哭没了。还想去省城？你也不看看你们配吗？省城那是你能去的地方，我看你就是不想这个家好。你个丧良心的死张父，烂了心肝的狗东西！没用的，妈，这个人比奶奶更冷血。老二媳妇儿，既然回来了，就坐下吃个饭，再去医院看看老二吧。哭吧，妈，把这辈子的委屈都哭出来，这是你最后一次为他们流泪了。妈，擦擦脸。这么多年，我和你爸没日没夜的干，挣的钱大都交给了你爷奶，
总想着是一家人。可你爷奶是怎么对我们的？你二叔二婶又是怎么对我们的？他们有把我们当过一家人吗？到头来，你爸躺在病床上，他们竟没一个人伸出援手。雅雅，妈真后悔呀！这么多年，竟是养了一大家子白眼狼，我都给你奶跪下了，连一个子儿也没要到，这还是亲爹亲妈吗？妈，如果能回到过去，奶奶还让你和我爸把工资都上交，你还干吗？那肯定不能。那如果爷奶，特别是奶奶来闹呢，你能受得了吗？放心，雅雅，妈这回是彻底看清他们了，再不会被他们哄骗了去。再说，就我们家现在这样，还有什么值得他们骗的？妈，我接下来说的话对咱家很重要，关系到爸的腿还有没有希望，你得冷静。现在爸倒下了，家里全指望你呢。我做了个梦，梦到他们接下来想把爸的工作名额卖了，还了钱给大伯家的儿子娶媳妇。他们敢？妈，冷静，生气解决不了问题。雅雅，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该怎么办呢？就咱们两个，那一大家子那么多人，做什么都以卵击石。咱们首先得保护好自己，再做其他。妈，明天一早我们就去爸的药厂，把厂里该给的钱都拿到手。好，妈听你的。上辈子我们沉浸在悲伤里，被爷奶算计，赔偿款都被他们占了。这一次，该属于我们的，一分都别想拿。这个曹学安让你爸一个人在这儿，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怎么办？丹琴、雅雅，你们怎么这么早就来了？爸，我们给你带了早饭。对不起，爸，如果我能早回来几天，或许就能阻止这场悲剧，可我做不到。谢谢女儿。爸，有些事妈怕你担心，一直瞒着你，但我觉得你必须知道真相。雅雅，别说了，让你爸安心养病。妈，就是因为一直瞒着，我们家才会被人欺负到骨子里。爸，你得听我说完。雅雅，你说吧，爸听着。你出事这5天，妈跑遍了亲戚借钱，没借到1分。她回去求爷奶，可爷奶从头到尾就没想过救你。昨天晚上，妈为了给你凑手术费，在老宅院里给奶奶跪下了。丹琴，你……可我妈她跪下了又怎么样？大伯一家就在旁边看笑话，奶奶指着妈的鼻子骂，说我们家是累赘。爸的房子我是不会留给你的，说1分钱都不会给，说1分钱都不会给。别说了，雅雅，求你了，别说了。他们不仅不给钱，还想着卖了你的工作名额，拿钱给堂哥娶新媳妇儿。你的亲生父母，你的亲兄弟，从头到尾都只想着怎么榨干你。丹琴、雅雅，是我对不起你们。德明，放心，我没那么脆弱。之前是我得过且过，总想着是一家人。现在经历过生死，很多事也想开了。父母亲情这种东西是强求不来的，我这个腿怕是不行了。以后雅雅，你和你妈要辛苦了。爸，爷奶那边的事儿你别再想了，现在最要紧的是养好身体。是我糊涂了半辈子，苦了你和你妈了。德明，都过去了，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什么坎儿都能过。爸，我和妈今天就去药厂问问，厂里那边有没有赔偿。有件事儿我想跟你们说，我打算今天就去一趟药厂。去吧，这个家以后都要
要靠你们了，该我们得的一分都不能少。雅雅，我一见到领导就嘴笨，万一说不好怎么办？妈，你别怕，你就把家里的情况照实说。你是长辈，你来说最合适。我就在你旁边，你忘了词，我提醒你。同志，你们找谁？叔叔您好，我们是研发部曹德明师傅的家属，想来找工会的黄主席。哦，是曹师傅家属啊，黄主席交代过，你们来了直接去他办公室就行，3楼左转第1间。请进。你们是曹德明同志的家属吧？快请坐。黄主席您好，给您添麻烦了，我是曹德明的爱人，这是他闺女。别紧张，你们今天不来，我也正准备下午去家里探望曹德明同志。他在下班途中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于公于私，我们药厂都不可能不管。上一世，黄主席肯定也去过，钱和消息都被爷奶他们拦下了。主席，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才来麻烦您的。德明他还在医院里躺着，让您见笑了。实在是这几天，一看到您这儿能给我们做主的领导，这委屈一下子就忍不住了。我理解，有什么困难你慢慢说。曹德明是我们厂优秀的技术员，厂里就是你们的后盾。主席，您不知道，德明他工作这么多年，工资1分钱没留，全都上交给他爸妈了。现在他腿断了，我们想带他去省城看病，跟他爸妈要钱，我给婆婆跪下了，他们都不给，还骂我们是累赘。黄主席，我爸的伤不能再拖了，医生说再不转去省城治疗，这条腿就真的废了。我明白了，你们的意思是需要厂里尽快落实工伤补偿，用于曹德明同志的治疗，而且这笔钱必须直接交到你们手上。是，主席，求您帮帮我们吧。曹德明同志的事，我一个人记不下来，你们在我办公室稍等片刻。程丹青同志、曹雪雅，好消息啊！黄主席，怎么样了？可算是办成了。我去跟厂长汇报的时候，厂长本来还有些犹豫，毕竟这笔钱数额不小。谁知道乔文进同志正好也在。乔文进同志啊，是咱们厂长的大外甥，也是研发部的骨干。他跟曹德明同志在一个项目组待过，他开口说了几句，厂长立马就批了。条子已经开到财务部了，你们随时可以去领钱。真的吗？太好了！乔文进上一世父亲葬礼也是他办的。这次啊，厂里考虑曹德明同志为新药开发做出的巨大贡献，加上是在下班途中出的意外，所以批下来的钱不少，足3万块钱。3万，这么多！谢谢黄主席，谢谢厂里，德明有救了。这都是他应得的，厂里不会亏待任何一个为厂里付出过的同志。妈，还有房子的事。哎呀，对，黄主席，我还有一件事想麻烦您。没事儿，今天既然来了，就有什么困难都说出来，能解决的我们一定帮你们解决。谢谢黄主席。是这样的，我们家德明现在这个情况，我们得去省城看病，花销肯定不小。虽然现在有了这2万块钱，可保不齐以后还要更多。我们寻思着把厂里分的这套房子给卖了，也好再多凑些钱，就当是帮我们一把，你就当是帮我们一把，好不好？黄主席，我们也是迫不得已，谁不想在城里有个家呢？可现在德明的腿最重要，我们必须做好万全准备啊！求求黄主席了。房子既然分给你们了，就是你们的个人财产，如果你们真想卖，只要是卖给本厂的职工，倒也不违反政策。这个事儿我给你们打听打听，看看厂里哪家急需房子，你们愿买愿卖就没问题。谢谢黄主席。不过这个事儿暂时别往外说，免得出现什么意外。是，我们知道，我们肯定不说。3天后你们再过来找我吧，到时候咱们在办公室谈话方便。谢谢黄主席，太感谢您了。谢谢。你们先回去吧。有了这笔钱，我可以做任何事。妈，这些钱由我来保管吧。你？你现在主要任务是照顾爸爸，家里其他事情你不用操心，都有我呢。
我虽然年轻，但思维成熟，你得试着相信我。你说的对，雅雅也长大了，是该替家里分担了。这钱就交给你保管吧。我得赶紧回医院去看看你爸，顺便告诉他这个好消息。你去吧，我吃完想自己再转转。也好，你一个人当心些。空间升级需要灵玉和谷物，或许可以尝试在这儿捡漏。这些大件的，现在肯定买不起。还是先看看这些小东西吧，也不知道空间升级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灵玉和谷物。竟然真的让我碰上了！冷静，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把它以最低的价格买下来。小姑娘，我这里东西物美价廉，有喜欢的，价格好谈。你好，大爷，我就随便看看。您柜台里的东西一看就特别贵，我一个高中生可买不起，就看看地上这些小物件。那你慢慢选吧，都是些小玩意儿，不值什么钱。太好了，他根本没把这些东西放在眼里。今天这小碗，我肯定能低价带走。大爷，我挺喜欢这几件小玩意儿的，您看能不能给我便宜点？这3件你给10块钱就行了。10块钱？大爷，这太多了，10块钱都快是我1个月的零花钱了。您看，我真心喜欢这几样，能不能再便宜些？那就8块吧，这可不能再少了，再便宜我真要亏本了。那好吧，就8块钱。跑这么快，还以为捡到漏了呢。8块钱！我竟然只花了8块钱就买到了空间需要的物品。空间里的土地面积并不大，种普通农作物没意义，或许可以种点药材，就算不自用也能卖钱。你好，我想买些人参、当归的中药种子。没问题。搞定，该回去了。钱的事告诉我爸了吗？也是，那么大一笔钱不适合在这里说，但我得让爸安心。爸，我和妈妈今天……丹琴，小雅说的是真的吗？雅雅，你真的长大了，爸爸真为你骄傲。爸妈，今天药厂的事，你们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爷爷奶奶。你放心，道理我懂，我是绝不会乱说的。我也不想让你妈知道，你妈要是知道了……幸好我爸不是愚孝之人。妈，你跟我出来一下。妈，我们明天上午去一趟村委会。去村委会？去做什么？去讲道理。讲道理？具体怎么做，路上我再跟你说，你听我的就行。好，妈都听你的。今晚妈要留在这儿陪你爸，明天早上会早点回去。行。这个家能有今天的好日子，全是我爸辛苦挣来的血汗钱。凭什么我作为他的女儿，连一口安稳饭都吃不上？3万多块，还
还有能让空间升级的宝贝，这次可赚大发啦！是否确认交换？是。空间在升级，太好了！真期待升级后会是什么样子。算算时间，后天奶奶就会从医院得到了我爸腿上的最终结果，然后他们就会立刻提出分家，时间还来得及。雅雅，你怎么来这么早？来陪你们吃早饭。爸，今天我和妈去村委会把咱家这些年的事儿说道，你就安心养病，等我们的好消息。去吧，爸爸相信你。雅雅，咱们就这么去，村委会的人能听咱们的吗？妈，你记住，我们今天不吵不闹，我们是去说事实、摆道理。说事实？对，我们要把这些年我爸的工资是怎么一分不少的上交的，我们母女俩又是怎么省吃俭用的一五一十，掰开了揉碎了说给他们听。我们要让舆论站到我们这边，把他们钉在不仁不义的耻辱柱上。我老早就想这么干了。请进。程丹琴，你们娘俩一大早过来村委会是有什么事吗？邓梦玉、袁书记、吴会计，你们可得帮帮我们啊，帮帮我们德明啊！他还那么年轻，不能就这样后半辈子瘫在床上啊！你就可怜可怜我们吧！哎呀，丹琴，这是干什么？快起来，有什么事儿好好说。丹琴，有话好好说，究竟出了什么事儿？邓梦玉，我们娘俩也是实在没办法了。德明已经在医院躺了6天了，他的伤耽误不得呀。那你公公婆婆怎么说？而且你们夫妻俩上班这么多年，多少应该有些积蓄吧？这么多年，我和德明2人的工资，除了每月留下的20块钱零花钱，其他所有的全部如数上交给了公公婆婆。我们2人手里实在没存下什么积蓄呀。什么？他每月的工资都上交？这曹德明可真是个忠厚人啊！唉，好人没好报啊。现在德明在医院病情怎样了？德明目前在县医院，车祸时伤到了双腿，暂时双腿没有知觉。我询问了医生，医生说如果能带到省城大医院仔细检查，定期康复，还是有恢复希望的。那曹德明爸妈怎么说？我公婆他们一直没点头同意带德明去省城医院检查，他们说，从事故到昨天，我妈天天回来求爷奶同意送我爸去大医院。前天晚上，她都给我爷奶还有一大家子人跪下了，可爷奶也没同意，奶奶反而把我妈狠狠骂了一顿，骂我妈是赔钱货，只会花钱，就是个丧门星，还说死就死了，正好少个拖累。现在德明就躺在医院，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就这么废了呀！书记主任，你们可得为我们做主啊！这家事难断啊。这事儿，几位领导，德明的病我们是一定要看的，哪怕砸锅卖铁也在所不惜。今天该说的不该说的也都说了，麻烦几位领导能否去和我公婆做思想工作，
我想，毕竟是亲儿子，难道还真能看着不管不顾不成？我是不相信的，他们可能一时想差了。这样就对了，想一分钱不拿，还想得个好名声，做梦去吧。还好，只是让我们去做思想工作。这要是让我们断这官司，还真不知道从哪儿下手。曹家那老太太林大花的脾气，整个村谁不知道？想从她手里抠出钱来，比登天还难。德明这孩子真是老实过了头，这么多年对家里贡献最大，到头来老两口心里却一点没把他当回事。丹琴，你放心，我们会尽快找他谈谈的。邓梦月，那俺们就先回去了，这事儿麻烦你们了。快回去吧，路上慢点儿，有什么难处再来找我们。哎，那不是老曹家儿媳妇吗？这是咋了？哭成这样？还能咋地？肯定是为了他家德明的事儿呗。听说伤得不轻，曹家那老两口子可抠门着呢。邓梦月，刚才丹琴嫂子来是……哎，还能是什么事儿？德明双腿都快废了，医生说得去省城看，可家里不给拿钱啊。可怜丹琴，刚刚都跪下求我们了。这也太过分了吧！虎毒尚且不食子啊！妈，你跟我说句实话，这些年和我爸手里到底攒了多少私房钱？哪有什么私房钱？你爸工资高，可绝大部分都上交了。现在我俩手上就只有700多块钱。妈，你别这样。都怪我怎么就这么傻？这么多年光想着孝顺公婆，一点没为你，没为这个小家多想想。妈，现在说这些没用了，吃我爸妈的，喝我爸妈的。现在我爸出事了，就想一脚踹开，天底下没这么便宜的事儿。妈，我再问你，要是爷奶真要把咱们分出来，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东西？现在妈什么都不想，就想把你爸的腿治好。他们只要能多分点钱给我们就行了。雅雅，妈下午得回厂里上班了，现在你爸躺着，这份工作可不能再丢了。下午你没事儿就去医院陪陪你爸，妈下班直接过去，晚上还是我陪床。妈，我心疼你，上辈子妈你操劳过度，出了生产事故，从小组长被降成了普通女工。不过也好，这份破工作不干也罢。妈，要是太累，身体吃不消，就请假。爸已经倒下了，你可不能再出事。妈，你别忘了，咱们还有药厂那边的3万多块钱呢，还有爸单位分的房子。咱不缺钱，你千万别忧心过度，熬坏了身子。雅雅，妈知道了，放心，妈有数。雅雅，你都高3了，落下这么多课不行。明天就回学校上学去吧，医院有妈呢。明年就高考了，我和你爸可就指望你了。妈，你放心吧，学习的事儿我心里有数。好，那妈就不操心了。哟，真是了不得了！现在这饭都不是给一家人吃的了，有些人呐，就是养不熟的白眼狼，忘了自己是靠谁才有的今天。雅雅，快来吃饭，吃完妈要去给你爸送饭，然后去上班。知道了。雅雅，妈走了以后，你在家好好复习功课。下午晚点再去医院看看你爸，别让你爸一个人待着。妈，你放心吧，厂里要是累就歇会儿，别硬撑着。妈知道了，走了。果然，
那一件古物只够把灵乳升到3年的，距离空间升级还差得远。不过，也算的是个好的开始了。上一世就是因为家里这些破事，我分了心，最后高考失利，一辈子都活在悔恨里。这一世，我不仅要让爸妈过上好日子，我自己的人生也绝不能再留下任何遗憾。雅雅来了，爸，喝点水吧。爸就是这样，怕麻烦别人，连水都尽量少喝，就是为了少上厕所。爸，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你重新站起来。妈，怎么了？没事，就是有点累。你爸还没吃饭吧？看妈这个样子，难道上辈子那批对外出口的残次品，就是今天出的问题？妈，你和我爸吃吧，我回家吃。爸，我先回去了，你好好休息。搬家。雪雅，你等等阿姨！原来是他，是清雪。上一世就是你，让我妈吃尽了苦头。雪雅，等等阿姨。是阿姨啊，有什么事吗？我还要赶回去吃晚饭呢。雪雅，阿姨知道你爸的事情了。哎，出了这事儿可怎么办是好？你放心，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尽管来找阿姨。阿姨能帮上的，那是绝不含糊。看他这副表情，肯定是想说妈工作上的事。他没说，我也懒得问，看他怎么演。雪雅啊，有些事你还是知道的好。我和你妈是一个组的，今天可能是你妈忧心你爸的伤势，导致工作安排时出了比较大的失误。厂里领导严厉批评了我，并暂停了我小组长的工作。啊，还有这种事？可不是嘛，因为这个失误当时是阿姨发现的。你知道阿姨这么多年和你妈在个厂里上班，得到了你妈很多报顾。阿姨希望你回去和你妈好好商量一下，继续待在我这组，这样我作为组长对你妈也能更好的照顾。果然，上一世也是这样。这女人嘴上说着照顾，结果扭头便开始打压羞辱我妈妈，一切只因为我妈妈更强。是阿姨，您说的我会跟妈妈提的。我也觉得去你那组最好，一定会得到您的照顾。毕竟我妈照顾了您那么多年，我家如今遇到这种情况，相信阿姨您一定能好好关照我妈的，不然岂不是狼心狗肺、忘恩负义？那还是个人吗？雪雅，你真是个好孩子。你呀，好好读书，以后你爸妈可就靠你了，不像我家陈倩，哪哪都不如你。陈倩，哼，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上一世，她也是踩着我的尸体上位。是阿姨，天色不早了，我得赶紧回去了。哎，好好好，你快回去吧，阿姨也回去了。陈倩，上一世你成绩平平，却能超常发挥，考上省城本科，而我一个原本成绩优异的人，却连大专都没上。这中间难道真如后来新闻报道那样，有人高考名额被人顶替？上一世我浑浑噩噩，没有深究，现在回想起来看，陈倩当年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助理打探我的学识和家世，显得十分蹊跷。这辈子我绝不会再任人摆布，所有魑魅魍魉都该显出原形，得到报应。这空间灵乳果然厉害，记忆力比以前好了太多。虽然还没到过目不性，但很多内容看2、3遍就能记住。这辈子我可要好好利用。爸妈哥，他现在在县医院，每天的治疗费都快100块了。从他进医院到现在才6天，都花了将近600块钱了，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大哥三哥，你们说说呢？咱家可没那么多钱能这么霍霍，要是能看好，那也值了。可万一没希望，
这钱不就白花了，人财两失。爸妈，要不明天让学安去医院再问问医生，如果真有希望治好，那肯定是要治。可要是大哥说的对，对，就按大哥说的做。老头子，我看老大说的在理，就这么办吧。再拖下去，家底都得掏空了。家里这么多孙子孙女，上学成家，哪个不要钱？钱花完了，这一大家子可怎么过啊？那就照老大说的办吧。老大，明天学安去医院，要是问清楚了，老二的病真治不好，就赶紧回来告诉我们。若是老二瘫了，那这个家我看也该分了，没得让几个兄弟养着一个瘫子一辈子的道理。妈，那到时候怎么分呢？有没有个章程？怎么分？你说怎么分？咱就这点东西倒怎么分？把老二一家分出去就行了，其他的不动，原来怎么样还怎么样。当家的，你说，妈真要把老二一家分出去，那到时候这个家能按她说的那么分吗？要是老二没出事多好，他们两口子上班挣钱，家里日子过得多舒坦。现在，也只能先把这个累赘甩掉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怪就怪他们两口子倒霉。发什么愣呢？我问你话呢，到时候到底怎么分啊？你也该为你自己想想了，别再让爸妈为你操心了。一切看爸妈吧，由他们做主。由他们做主，到时候我们可得全程盯着，不能吃了亏。雅雅，这么早就过来了，累不累啊？爸，不累。你们俩昨晚睡得好吗？睡得挺好的，你快把东西放下。哎呀，还给我们带了早饭，辛苦你了，雅雅。我们快吃吧。爸，您躺下再休息会儿，我送妈去楼下。好，雅雅，你也别太累了，我知道你要回学校上课，家里这边你别担心。是啊，你爸这边有我呢，你安心上学。那我明天就回学校了。爸妈，你们放心，我会安排好。妈，我跟你说个事儿，昨天我遇见施清雪了，她让我劝你加入她那组，你怎么想？雅雅，其实昨天也有另外2个组的组长盛情邀请我去他们那组，但我想着施清雪那边的人都熟，而且这么多年我对她也挺照顾的。现在她做了组长，我去了她那组，她怎么着也得看顾我一些，所以我原本是打算留在她那组的。雅雅，你觉得妈妈应该待在哪儿组？妈，我告诉你，这个女人她对我们家或者说对你有很深的恶意，你去了她那组是绝不会有好结果，她会先恶意针对你，打压你，最后甚至会逼你从这一场离职，她根本不想看到你再翻身。妈，你得相信我，这个女人她对你对我们家可能是嫉妒，也可能是见不得我们好，她竟然能隐瞒自己的恶意这么多年，可见她是个心思深沉的女人。以后她说的任何话，做的任何承诺都不要轻易答应，一定要回来我们娘俩商议后再做决定。施清雪她会这样？真的。雅雅，听你这么一说，我们突然想起来了，我明明记得自己是按照图纸安排下去的，但后来巡视的时候，却发现和之前安排的不一样，因为发生了不止一次。我也曾怀疑是不是自己安排有误，但现在想来，这应该就是施清雪在搞鬼。原来那么早，这个女人就在找机会陷害我。你和她这么多年相处下来，有哪里得罪过她吗？这么多年我对她颇多照顾，并没有发生任何不快和矛盾。但是妈，都这个时候了，还有什么不能说的？有什么你还是告诉我吧，这么瞒着不是个事儿。其实也不是瞒着你，也不是多大的事儿，就是年轻的时候，你奶安排了你爸和我相亲，但同时也安排了和施清雪。谁知道我和你爸第一次相亲就成了，后来压根就没去见他。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事儿，他就怀恨在心了。真是迟钝的女人，竟然把情敌放在眼皮子底下这么多年。你那什么眼神？难道施清雪就因为这8字都没一使的相亲恨上了我？施清雪一定是因年轻时没与爸爸相亲而怨恨上了你。一个女人的嫉妒心是很可怕的，特别是已经持续了这么多年，你一定要小心，千万要对她保持戒心，不能放松警惕。我都已经知道她的为人和所作所为了，难道还能像原来一样吗？你妈又不傻。希望妈这次真的能听进去，别再吃亏了。医生，我二叔的腿经过治疗，到底能不能完全恢复？就是以后能跟正常人一样走路吗？小伙子，恢复情况因人而异，我们只能说尽力而为。
但要说完全恢复如初，这个我们无法给出100%的保证。也就是说治不好了？看来就是他告诉爷爷奶奶我爸治不好的消息，恐怕接下来他们就要急着分家了吧？雪爱怎么样了？医生怎么说？奶、爷、爸妈、三叔，我问医生了，医生说二叔的腿治不好了，以后恐怕都不能和正常人一样了。真治不好了？那就按昨晚说的办吧。行，爸，我们这就去。老大、老二、老三，你们去村委办公室一趟，把村干部请过来。今天咱们把分家的事儿彻底定下来。哦，你们俩回来了，回来的正好。既然都在，就别走了。下午家里有事儿，你们还是在家待着吧。曹大哥、曹大嫂，您找我们来有什么事儿啊？几位领导，今天请你们来，是想让干部们做个见证。我们老曹家今天要分家。是的，是要分家。曹德明刚住院，这父母兄弟就急着分家，真是让人寒心。但我绝不能让他们得逞。妈，爸，德明现在还躺在医院呢，你们不能就这样分家呀！他可是你们的亲儿子，你们就这样不管他了吗？德明该有多伤心啊！爸妈，你们不能不要我们。分家了，我们以后可怎么办啊？哭，就知道哭，家里福气都让你哭没了，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今天这个家，谁来说都没用，分家是分定了，而且是立刻、马上，1分钟都不能耽搁。几位领导，这个家还轮不到他承担勤做主，我说分就得分。曹大爷、曹大妈，既然要分家，那这个家如何分？有个章程没有？林大花，你家老二夫妻现在躺在医院，正是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现在就要分家，这事儿传出去，让咱们村里人怎么看？让外村人怎么说？而且，分家怎么个分法？总得有个章程吧？大家都在呢，这分家自然是要分个明白。老婆子，你去把家里的钱都清点出来，分成5份。老头子，这怎么能成？还愣着干什么？快去！今天分家主要就是把老二2口子分出去。这老曹家老2口竟如此不要脸皮，也真是奇葩。家里房子暂时维持不动，谁家住的还是归谁。家里的农活，老二2口子这些年也没怎么操持过，所以田地这些就不分给他们了。锅碗瓢盆日用品按人口分。曹大哥，这就没了？就这些。曹大哥，你可不能这样敷衍。田地不分，房子就住老二现在那2间房。那老二德明还在医院躺着呢，他家现在这种情况，你这样分家怎么过得下去？作为一家之主，这些必须分清楚，不然我们村里是不会签字盖章，也不会认可的。田地不分，房子就住他们现在那2间房。这分家分的，简直是要把老二一家净身出户啊！你们有什么异议吗？爸妈，能不能不要把我们分出去啊？分出去了，我们这个家可就完了。爸，你就可怜可怜我们吧，不要把我们分出去。这么多年都过来了，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分家，这可让我们怎么活呀？我的老天爷啊，这是要活生生把我们逼死啊！怎么就不能活了？谁家不是这么过来的？你看咱村里哪家不是孩子结了婚就分出去过日子？怎么到你这儿就不行了？我们是晚辈，长辈说什么就是什么，还是要多听父母长辈的意见为好。是啊，村里人都是结了婚就分出去过的。可你看我家雅雅都多大了，这么些年为什么一直没想着要分家？独独等到我家德明受伤住院，瘫在床上不能动了，你们才急着要来分家。你来说说，这是什么道理？爸，既然要分家，那就要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同样是儿子，我们没指望优待，但也不希望区别对待。如果分得不公，那我程丹梅是绝不同意的。老二家的，你有什么想法，不妨说出来听听。我们能办到的，一定义不容辞。哼，说得好听，能办到的就义不容辞，恐怕是办不到的，就绝不会提吧。爸，我们的要求很简单，也是应当应分的。相比起德明这么多年为家里做出的贡献，可以说微不足道了。首先就是房子，我希望爹娘能够在村子的另一处选一片宅基地，单独给我们盖一处房子。房子不要求多大，3间瓦房即可。另外，家里的田亩，德明作为家里的老二，应该有他一份。这一份我希望能够明确下来，
单独列在德明的头上。几位领导，我的要求不过分吧？一点也不过分，很公平。行，老头子，家里的积蓄都拿过来了，总共也就8000块钱。果然，这老太婆把绝大部分的存款都隐瞒了，只报了这么一点。爸妈，我可记得德明每月工资48块，我的工资每月是15块，除了每月我们2人留了3块钱零用钱，其余全部上交。这么多年无意间断，如今家里竟仅仅存下8000块钱。这老太婆怎么把人当猪耍？家里这么多人，不要盖房子，不要生活开支啊！一家人吃穿，孩子上学，哪样不要花钱？难道花的都是我家德明和我挣的钱？其他几兄弟难道就没上交过？你个丧家的泼妇，这家里事儿还轮不到你来管。我说没钱，那就是没钱，就只有8000块，只有8000块。打死我还是没钱，我就看你能把我怎么着。妈，别气，女儿有打算。刚刚我已将我的要求提出，那接下来公爹还是白纸黑字写出来为好，省得大家以后扯皮。还有就是养老的问题，不知公爹如何打算？养老的话，你家每年给2000块钱，大米500斤，够了，给我滚一边去！哎呀，我和你妈过2年才双满60，等满60后，老二家每年只要给500块钱，200斤大米就可以了。好，第一项房子，妈，跟邓梦玉说我们定好的位置和面积。邓梦雨，房子我们想要300平米的宅基地，倒是可以给你们划分，但如此大的面积，必须要收取一定的宅基地面积补偿费。我认可，这部分费用我愿意补交。第3项养老，2年后曹德明家给2老的养老费用是每年500元。第4项关于积蓄，按照5家平分原则，程丹琴同志仅得到1600元钱。至于房子这部分费用，需要曹家另外筹措，在1个月内盖好。没盖好前，程丹琴一家仍住在原来房间。各位请看看，内容是否有异议？无异议的话，便可签字盖手印了。没问题，和刚才说的都一致。是啊，邓主任记录得很清楚。我没问题。妈，别忘了，邓主任，这份分家协议，希望妈也能盖个手印儿，这也是为了大家好，防止以后不必要的麻烦。程丹琴同志说的也有道理。曹老太太，你也按个手印吧，省得日后生变。我才不按呢，这分明就是欺负我。给我过来，按手印儿！我不按，我说了不按，就是不按。你们欺负人，你们都欺负我！好，既然大家都已签字画押，这份分家协议便正式生效了。曹老哥，程丹琴同志，这份是你们各自的协议，请收好。既然事已办妥，那我们也就先回去了。各位干部，辛苦了，辛苦了，留下吃顿便饭吧。不用了，家里还有事儿，我们就不叨扰了。走了。哟，这不是分了家的大小姐们吗？怎么来厨房找宝贝了？哼，这些东西大部分可都是我爸妈的钱置办的，到头来倒成了他们的了。我们来拿属于自己的东西。哎呦，这碗可是老太婆嫁妆呢。那盘子我记得是前年曹德明买的吧，上面还有我的印记呢。这个我记得是德明刚工作的时候买的，上面还有他单位的章。这双筷子是我妈用我爸的第1个月薪资买的，可新潮了。拿，都拿走，看你们以后吃什么。不劳您费心，我们自己会安排。妈，我去把锁换了。换锁？我总觉得奶奶有我们这屋的钥匙，以防万一，还是换个新的比较好。也好，你这孩子想得周到。好了，这样就放心多了。是啊，这下我们娘俩也算有了一个自己的小天地。
妈，现在去大队部吧，把宅基地的户名也改了。对，这事儿差点忘了。走，我们现在就去。哎，程丹琴同志，雪雅，你们怎么又来了？是分家协议，还有什么疑问吗？邓主任，不是协议的事儿，我们想把宅基地的户名改成德明的名字。宅基地的户名现在就改。邓主任，我们想着趁现在还没那么多人重视房产户名的事儿，赶紧办了。以后要是大家都重视起来，扩建个300平什么的可就难了。你这小姑娘倒是看得长远。行，既然你们提出来了，那我帮你们办。不过，扩建的部分是要补交费用的。我明白，这部分费用我来补交。好，那宅基地的名字就改到曹德明同志名下。另外，你们家的6亩田地也要单独划分出来，改到曹德明同志名下吗？是的，邓主任，麻烦您了。好了，都办妥了，宅基地和田地都已在曹德明同志名下。谢谢邓主任，真是太感谢您了。谢谢邓主任。是啊，等我这腿好了，一定得好好活动活动，可不能再躺着了。曹老弟，你这心态好，很快就能出院了。丹琴、雅雅，你们怎么来了？爸，我们来看看您。爸，今天分家了，我把情况跟您说说。就只分了1600块？是啊，奶奶说家里只剩下8000块钱，按5家平分就只有这些。原来我为这个家做的，在他们眼里根本不值一提。好，我知道了，从今以后我就为你们娘俩活了。养老钱我会给，但除了这个家那个家，我不会再多管1分钱1分事。德明，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我们一家3口以后好好过日子。妈，你陪爸说会儿话，我出去买晚饭，他这心里肯定不好受，你多开导开导他。好，你去吧，饿了就赶紧回来。这是今天分家的钱，你拿着。好。爸妈，晚饭来了，香喷喷的饺子和包子。这饺子真香。雅雅多吃点儿。雅雅，你明天就回学校了吧？明天下午回去。路上注意安全，别耽误了功课。我知道了，妈。是啊，你好好读书，这是正事，爸这儿你不用担心。爸妈，你们也别太担心我，我明天上午还有些事要跟妈去办一下，下午就回学校了。上午还有什么事？回头我跟你说，妈。我家雅雅真是长大了，能帮爸妈分忧了。是啊，这次出了这事儿，我才明白，无论我变成什么样，遭遇到什么，始终对我好的只有你们娘儿俩，这就够了。那爸妈，你们好好休息，我回老宅了。爸妈，早餐来了。雅雅，你来了。雅雅，怎么来这么早？我这不是惦记着你们吗？快趁热吃。德明，我跟雅雅去办点事儿，你先在这里，护士会照顾你的。去吧，别担心我。请进。医生，我们是曹德明家属，想来咨询一下他后续的治疗情况。请坐。曹德明同志的伤情，我们县医院已经尽力了，但骨折情况比较复杂，涉及到一些神经和软组织损伤，在目前我们县医院的条件下，我们无法给出最终的确认。那怎么办？我建议最好尽快带病人去省城的大医院做进一步检查，那里设备更先进，专家经验也更丰富，能更准确地评估伤情，制定后续的治疗方案，避免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造成终生遗憾。好，谢谢医生，我们知道了。雅雅，看来省城市肯定要去一趟了。妈，不管花多少钱，爸的腿都要治好。请进。程同志，曹雪雅，我们又见面了。黄主席，我们又来给您添麻烦了。哪里的话
这是我们分内的事，快请坐。黄主席，这一次我们娘俩过来，主要还是德明房子的事儿。您上次让我们3日后过来，不知现如今有没有什么眉目？说起来也巧了，那天你们回去后，我让周围的人帮忙打听了下，还真有一户人家准备买房子给儿子结婚用。真的太好了！黄主席，您看能不能让这一家人过来，我跟他当面谈一谈。黄主席，你也知道我们现在着急用钱，过几日就准备带德明去省城人民医院。如果房子能尽快脱手，哪怕价格稍低些，我们也愿意出售。我明白你们的心情，行，你们稍坐一下，我这就出去做下安排，把人请过来。你们好。王师傅您好，王大爷好。好了，你们坐下慢慢谈。王师傅，这事儿虽然是私事，但既然涉及咱们厂的房子，我这个工会主席也得帮着把把关。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黄主席客气了。是这样的，我呢想给我儿子买个房，他也在厂里上班，快结婚了。听说曹师傅那套房子要卖，户型位置我都打听过了，挺满意的。王师傅您看得上就好。价格。王师傅，您也知道我们家德明出了事，现在卖房子也是没办法，就是为了给他看病，所以价格您放心，我们不会狮子大开口，甚至可以微微让利。房子的价格绝对公开、透明、合理、优惠。我们商量好了，这套房子5万块钱。5万，这个价格确实很公道，比市面上同类型的房子要便宜不少。但是我这边目前手上的现金加上跟亲戚朋友凑凑，大概能有4万左右，4万左右还差1万块钱，缺口有点大，所以刚才一直在犹豫。王师傅，您也是厂里的老同志了，您看差的这1万，能不能和厂里申请一下预支工资？预支工资，这个我可以试试去申请，如果厂里能同意预支，那1万块钱就不是问题了。这件事我去找车间主任沟通一下，你们稍等一会儿。王师傅，你这事儿我跟车间主任那边沟通了一下，考虑到你们2家的实际情况，厂里决定特事特办，可以给你预支一部分工资。啊，真的？太谢谢黄主席了，那我就放心了。那真是太好了。既然这样，那咱们就定个时间把手续办了。你们看，3天后，也就是10号上午9点，咱们在市房产局门口集合，把所有的手续都办好，怎么样？没问题，没问题，太感谢了。好，那就这么定了。王师傅，这里有一件事情，我得提前跟您说清楚。您说。就是我家德明的这套房子分下来以后，我们自己一直没住进去，住在里面的是我家德明的侄子。但您放心，房产证上的名字是我们家德明，这绝对毋庸置疑，厂里也都有记录。如果到时候他们在搬家这件事上有任何问题，您可以第一时间联系我，或者直接报治安所处理都可以，我们一定会负责到底。既然黄主席也在这儿，厂里有记录，那我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好，我知道了。那王师傅，3日后房产手续办好之后，您大概计划什么时候去收房子呢？给我2周左右时间吧，我这边也需要做些准备。好，2周左右，我们明白了。估计那家人现在还把房子当自己的呢，等他们被通知搬家的时候，不知道会有多精彩。这下好了，房子的事儿解决了，那接下来咱们就得赶紧安排你爸去省城医院的事儿了。对，妈，我也是这么想的。这次去省城，咱们可不能含糊，一定要找最好的医生做最详细的检查和复查，花多少钱都值。爸的腿必须治好。是，就是这个理儿。现在咱们有钱了，底气也足了。妈，我还有个想法，想跟你好好说说。你说什么想法？妈，你知道的，我明年就要高考了，我一定要考上省城那所最好的大学。那是，我家雅雅一定能考上。如果我去了省城上学，我就最担心爸的腿伤，还有您，我怕您一个人在这里，万一爷爷奶奶那边又有什么事，您一个人要面对那些亲戚，我也不放心。你这孩子想得真多。妈，我有一个很强烈的预感，无论是上大学还是未来的工作，我们一家3口都要生活在一起，不能分开。所以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什么想法？这次去省城医院检查，咱们不如顺便在省城买套房子吧，不用太大，位置也不用特别好，就当是我们在省城的一个落脚地。这样明年我上大学，您和爸也可以跟着我去省城一起生活，爸的腿在省城看病，定期检查也更方便。在省城买房？雅雅，省城的房价可高得很，咱们这5万块钱在省城能买到什么房子啊？而且你爸的腿后续治疗还不知道要花多少钱，咱们得留点钱以备不时之需啊。
妈，您一定要相信我。自从我做了那些梦之后，我觉得自己像是脱胎换骨了似的，对很多事情都有一种冥冥之中的预感。所以这次去省城，我有一种强烈的直觉，此时不买，以后一定会后悔的。好，雅雅，妈相信你。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咱们就去省城看看。冬天快到了，得先买个炉子回去，不然屋里太冷了。妈，你先去上班吧，我待会儿直接回学校了。行，那你注意安全。大爷，我来翻找一下。太好了，这么快又找到了。空间需要这个东西。冷静，冷静下来。得先找到它到底是什么。就是它，找到了。小姑娘，看上这把椅子了？大爷，这个怎么卖？一把破椅子，边上还有点磕碰，放这儿好久了。你要是喜欢，给5块钱拿走吧。好，谢谢大爷。又要开始了，把东西收起来。好的，主人。搞定。和上次一样，空间需要时间来吸收。雅雅，放学了，今天课多不多？还行，妈，我放学先去买了点东西，所以过来的晚了点儿。买了就买了，你自己有数就行。不过落下好几天课了，得抓紧补上，可不能耽误了。我知道了，妈。哎呀，咱们家雅雅这么懂事，你就别太操心了。妈，别忙了，陪我下去走走吧，消消食。行，妈陪你走走。妈，你今天去厂里分组怎么样了？放心吧，妈听了你的，没去石清雪那组。那他什么反应？他当时那个失望的表情，现在厂里到处都是他传的闲话，说我不识好歹，给他脸不要脸。要说心里一点不难受是假的，毕竟这么多年，我拿她当亲姐妹，有什么好的都想着她。但要说多在意也没有，只是觉得自己真是瞎了眼。而且我总觉得这次你爸出事，跟他脱不了干系，心里不甘。妈，您别往心里去，这些闲言碎语不值当。咱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是去省城给爸看腿，还有买房子的事。至于施清雪，她占了咱家这么多年的便宜，一朝得势就翻脸不认人，这笔账我记着呢。您能忍，我可忍不了，就让她再得意几天，等咱们从省城回来，再跟她好好算。这次的作文比赛非常重要，一定要打起12分精神。报告，刘老师，上一世明明我是班上的尖子生，他却一直对我不冷不热，现在看来他是很讨厌我，为什么？进来吧，回你自己的座位去，别影响大家。是，年级前20的我，座位居然被安排在第5排，陈静却坐在第4排，有问题，绝对有问题。我再强调一遍，1个月后县里要举办作文比赛，这次比赛不仅县里重视，市里也很看重，最终的获奖者要代表我们市去参加省里的评选处。作文比赛，我想起来了，上一世我被他逼着参加了，结果却名落孙山，反倒是作文水平平平的陈倩一路过关斩将，拿了省里的1等奖和2000块奖金。现在想来真是可笑。这次比赛我们班有几个人必须参加，特别是陈倩，
曹雪雅，听到了没有？好了，早读吧。雪雅，你可算回来上课了。叔叔的腿伤怎么样了？果然，我请假的这些天，臣妾没少帮忙宣传我们家的事。是他，上一世唯一劝我离陈倩远一点的人。我家的事就不劳你这么关心了。我这不是关心你吗？关心我？你的关心就是把我家的事情当成八卦，在班里到处宣传，给我增加困扰吗？臣妾，我们已经高3了，我希望你能把心思多放在学习上，而不是整天盯着别人的家事。雪雅，我们可是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啊！你为什么要这么说我？我只是关心叔叔，这也错了吗？谢谢你的关心，我爸有我们自己家人关心就够了。这曹雪雅怎么回事？请了几天假回来，跟变了个人似的。就是啊，臣妾那么关心他，他还那个态度，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别说了，人家心情不好嘛。切，他爸腿都瘫了，以后就是个废人，他能有好心情才怪呢。切，说不定是觉得丢人吧，有个瘫子爹。曹雪雅，英语笔记你做好了没？今天都几号了，还不赶紧的？我们全班都等着抄呢。笔记？对了，我想起来了，上一世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傻子，在陈倩的撺掇下，每个月都耗费大量时间给全班做各科的复习笔记。原来如此，我的时间被大量占用，成绩下滑，而陈倩拿着我的心血去收买人心，难怪她在班里人缘这么好，真是好一招借花献佛。雪雅，我们还一起吃饭吧，就跟以前一样。雪雅，叔叔的腿真的没什么好转的可能了吗？阿姨一个人照顾得过来吗？家里没什么困难吧？他为什么这么关心我爸妈的情况？上一世家里出事，难道也和他有关？师傅，一碗青菜肉丝面。下一个，好嘞。肉丝面就一碗，他今天怎么没到我的份？以前不都是他买来分我一份吗？雪雅，我到底是哪里得罪你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怎样对你了？你以前不是这样的。那我以前是怎样的？你慢慢吃，我先回教室了。陈倩，你怎么了？眼睛都红了，是不是曹雪雅又欺负你了？没什么，你们别乱说。还说没什么？我们都看见了，他自己吃肉丝面就让你啃馒头，这也太过分了吧？不是的，大家不要误会他。雪雅他只是问我怎么就吃白菜和馒头，他没有看不起我的意思。你们也知道我家境不好，能吃饱我已经很知足了。不像雪雅，父母都是双职工，他爸爸更是高级技术研究人员。高级技术研究人员？呵呵，那都是老黄历了吧？瘫在床上的高级技术研究员吗？就是，有什么了不起的？不是的，曹雪雅同学的爸爸以前确实是很厉害的研究员。你也说了，那是以前，现在不就是个摊子吗？有什么好得意的？不就吃碗肉丝面，看他给狂的。陈倩，要我说，你就别这么委屈自己了。我没有委屈，雪雅对我挺好的，比如她偶尔也会给我一些她吃不完的菜，但我相信那绝不是施舍，你们千万不要误会她。
曹学亚自己吃不完的菜施舍给了别人，还想让别人对他感恩戴德，什么人呢？这个陈倩也太会演戏了，不行，我得告诉雪雅，让她小心点儿。陈倩，又是这些上不了台面的小伎俩。他心里有数就好，希望他能提防着点儿。陈倩上一世到底是怎么考上那所本科的？班主任刘老师一直对他很关照，但这不正常。一个中下游的学生，凭什么？这背后一定还有别人。这件事晚上得问问我妈，她跟陈倩他妈那么熟，也许知道些什么。雪雅，我们一起走吧。你是直接回家，还是先去医院看叔叔呢？不用你操心，我们不同路。雪雅，要不我跟你一起去医院看看叔叔吧，我也很担心他。陈倩，你懂不懂规矩？谁家晚上去医院探病？我爸现在需要静养，不方便外人打扰。谢谢你的关心，我先走了。雪雅，上个月的各科笔记同学们都在催了，你看你什么时候能做完给我？没心情，再说吧。他这次回来为什么变化这么大？难道是发现了什么？不行，我不能让他脱离我的掌控，否则那个人……雪雅来了，正好刚打好饭，趁热吃。爸妈，今天感觉怎么样？好多了，今天医生还夸我恢复得快呢。倒是你，在学校怎么样？复习跟得上吗？放心吧，都跟得上。老师讲的那些我基本都会，现在就是巩固。你们别操心我，照顾好自己就行。那就好，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我们不给你压力。妈，今晚还是你陪床吗？那我先回老宅那边了。你回去早点休息，明天还要上课。德明，我送送女儿。去吧。妈，我想问你个事儿，你知不知道陈倩家有没有从事教育工作的亲戚？镇上、县里、市里的都行。陈倩家？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就是今天在学校偶然听人提了一嘴，有点好奇。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点事儿。什么事？好像是几年前了。施清雪，就是陈倩他妈，有次跟我炫耀，说他家有个亲戚好像进了教育局工作。教育局，果然是这样。上一世的谜团终于有线索了。不过也奇怪，他就那次得意洋洋地提了一嘴，后来就再也没听他说过这事儿了。妈，你仔细想想，他大概是什么时候跟你说的？感觉好像是你初3中考那年前后吧。初3？陈倩，你可真是个人才，这么早就开始布局，让你妈不要再声张，就是为了高考那一天吧？小小年纪，心机深沉到这个地步，真不简单。妈，那你知道这是他家什么亲戚吗？姓什么？住哪？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施清雪那个人你也知道，爱炫耀，但又藏着掖着，他就提了那么一次，我当时也没太在意，就没细问。不过我感觉好像不是什么特别亲近的亲戚，让人他不得天天挂嘴上。不是至亲。陈倩他爸家是咱们村的，亲戚关系都在明面上，首先排除，那就只可能是他妈妈施清雪那边的关系，堂亲或者表亲。妈，陈倩外婆家是哪里的？我记得好像是隔壁镇子。对，施清雪娘家就是隔壁广田镇的，离咱们这儿也就30来公里路，不算远。哦，对了，施清雪对她娘家可是贴补得紧，以前经常回去，有时候1个月一次，有时候半个月就回去一趟，每次都是大包小包的，频繁来往，
大包小包，看来关系维持的不错。只要有来往，就不怕找不到。广田镇县教育局范围已经缩小很多了。好了妈，我知道了，你快上去吧，爸一个人在上面，晚上注意身体，别着凉。知道了，你路上也小心点儿。上辈子就是这个藏在暗处的亲戚和陈倩里应外合偷走了我的人生，不仅如此，还间接导致了我们家的分崩离析。这辈子我重生回来，有仇报仇，有冤报冤，一定要让你们所有人付出代价。不过也确实不能小看陈倩，她妈妈重男轻女，那样的环境下，她小年纪就懂得为自己谋划未来。这一世我虽然占了先机，但绝不能轻敌。对了，分家协议上说1个月内要建好新房，这件事关系到我们一家3口以后的安身之所，我得提前去问问清楚，不能让大伯他们钻了空子。来了，谁呀？这么晚了还来串门？哎，哎呦，我当是谁呢？这不是老曹家老二那个姑娘吗？叫雪雅是吧？这么晚了是有什么事吗？来找我们家孟玉？是的，奶奶，我是来找邓主任的。我妈让我转达给邓主任几句话，她在医院陪护我爸，没时间过来。哎，好，进来吧，进来说。妈，是谁啊？雪雅，这么晚了，有事吗？邓主任，不好意思啊，这么晚了还要打扰你。我妈白天上班，晚上还要陪护我爸，家里也没其他人，所以我妈就让我过来确认下，我们家分到的宅基地上的房子，分家时说好1个月建成，不知现在是什么情况。放心吧，雪雅，你爷爷昨天已过来将宅基地的费用缴纳了，答应给你们盖的房子已交给我们村的包工头了，定金也付了。真是太感谢你了。哪里的话。这大晚上的，不会是又憋着什么坏呢吧？之前分家就分给我们1600块钱，我绝不能就这么算了。我得想办法把该我们的东西拿回来，好让他们尝尝失去我爸辛苦所得，他们会过什么样的日子。对了，正好去看看升级后的空间商城，兴许那里面会有我想要的东西。好东西，好东西，这个可以。特殊迷药，药效30分钟，使用时只需喷入特定空间1分钟，就可使人陷入深度昏迷，只需20积分就可兑换，还可使用多次，够用了。我目前积分余额为100积分，这还是上次空间升级后出现的，不知是否是升级后剩余，还是空间对首次开启商城赠予的。好在有这100积分，否则我现在还得为积分发愁。爸妈，德明家分出去了，这往后咱们家咋办？他那份工资可不少啊。就是啊，以前有德明在，家里的开销根本不用愁，吃穿用度哪样不是最好的？现在可好，分家就分家，还把人分出去，这不是断了咱的财路吗？唉，还不是他媳妇儿闹的，这日子啊，总不能一直靠老二。可不是嘛，爸妈，现在就靠咱几个，谁家又不是紧巴巴的？要是还像以前那样，把钱都往家里交，那我们自己小家可怎么过？你们一个个的就不能让我想想吗？分家不是你们吵着闹着要分的吗？现在知道厉害了。妈，前几天给二哥他们分了1600块，咱们手头还有多少？再这样下去，恐怕也撑不了多久吧。唉，钱是还有一些，可也得省着花。我看，不如咱们也把家分了算了，反正德明都出去了，咱们再凑一起，到时候钱少了，日子不好过不说，还容易起矛盾。对，咱们也分了吧。都给我闭嘴！翅膀都硬了，都想分家了。
我告诉你们，想分家没门儿。老头子，我看咱这几个儿媳妇一个个的都有些想法了。哼，有想法也还能给我憋做主。我说不分，谁来也不行。要我说，还是老二家造的孽。现在好了，一个个都盯着这家里那点东西，恨不得把骨头渣都舔干净。这个家没了老二的收入，以后可别想有安稳日子过了。老太婆只知道感情用事，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家已经分了，老二也已经摊了，如何过好以后的日子才是我们真正要考虑的。以后家里任何一份支出必须和我报备，你自己不能随意处理，每一笔必须经过我的同意才能花出去。现在去把家里所有的钱，包括现金和存折都拿出来。3万块在存折里，现金是20863块，一共50863。老头子，你……你说咱家现在这种情况，还有必要再在一起过吗？原来是因为有老二给家里挣钱，可现在有啥？一帮只知道花钱不知道挣钱的。你说咱爸咱妈为什么非要捆着我们不让分家？现在村里哪家有像我们这样的，一大家子住在一起，整天吵吵嚷嚷的，真是够闹心的。哼，而且各家孩子也都慢慢大了，住在一起着实不方便。而且如果咱们现在分家，除了能得之前分给老二的那1600块钱，咱爸妈手里一定还攒了不少积蓄，是不是可以多分些？你也知道，爸妈最疼的还是老四，哪怕老三也不错。你琢磨琢磨，以他们老两口对这两儿子的个宠爱程度，他们现在的积蓄以后不定花在谁身上呢？现在分，保不齐还能多分些。话是这么说，但你看爸妈的意思，特别是咱妈，明显是不愿意分家。如果此时我们两口子冒头，哪怕最后分了，我们也讨不到任何好处啊。爸，喝水。好。德明、学雅，早饭来了，快趁热吃。这几天感觉身体恢复的特别快，连腿好像都有些力气了。说不定啊，我这腿还能好起来。真的吗？太好了！看来灵乳的效果确实显著，爸的心态也跟着好起来了。爸，你好好养着，一定会好起来的。老头子，我和雪雅先走了，你好好休息。路上慢点儿，注意安全。生米恩，斗米仇，这话真是一点没错。雪雅，早啊！没想到你今天这么早来，是早点过来准备笔记的吗？别总打扰我行吗？雪雅，你怎么这样？我们可是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好姐妹啊！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之前不是答应每月给我做一份各科的复习笔记吗？什么笔记？你说的是我自己做的笔记吗？这么指导你高二的吗？那是因为我高一高二时有时间，也为了给自己理清思绪，方便复习，这才每月都做。
也是你恳求我，让我给你分享。我想既然都做出来了，给你也无妨。但现在高三复习如此紧张，谁还有时间再去做那个笔记？我是嫌我自己时间太多？麻烦你，请不要一再问我要笔记好吗？我也是要复习的。而且我家出了那么大的事，并没有多余时间去做这些无谓的事。你不是觉得我是你好朋友吗？请你设身处地的为好朋友考虑一下，行吗？所以之前陈倩说曹雪雅特意给她准备的笔记其实是撒谎的，拿着人家给自己做的笔记出来卖好，陈倩心机也太深了吧。唉，看样子以后看不到曹雪雅的笔记了。能理解啊，这都高三了，而且曹雪雅家出了事儿，哪有时间弄什么笔记啊？就算没这么多事儿，就凭陈倩干的事儿，换我也不弄。曹雪雅，你原来并不是这么说的，是你说复习笔记是专门为我做的。你为什么要胡说八道？哼！你为什么做过的事不承认？你撒谎！他真的说过，他之前就是这么说的。你们要相信我。陈倩，你是不是有些事没想明白？我说我现在要复习，我家里出了事，没那么多时间再做笔记。不管这笔记是给你的，还是给我自己做的，我以后都没时间，没有时间，你明白吗？陈倩，别说了，大家都还要早读呢，这事以后再说吧，现在就不要打扰大家了。我怎么就这么蠢，和曹雪瑶的关系闹僵了，之后还怎么办那个事情？不行，我得想办法挽回。哼，现在我对课程的掌握已经可以自己学习了，没必要非得坐在教室里。不如请几天假，先去把之前计划的那些事办了。正好分家协议和之前医院开的证明，之前被我顺手放进空间里了。下课就去找教导主任。进来。呵呵，这位同学有什么事吗？王主任，是这样的，我叫曹雪雅，是高三11班的。我爸前段时间出了意外，腿受了伤，现在还在恢复期，家里人手不够，所以我想请2周假，回去照顾我爸。这是我家的详细情况。曹雪雅，哦，我有点印象，你学习成绩挺靠前的，你父亲的遭遇我很同情。你爸的腿伤恢复对你家很重要，但你的高考对你个人、对你的家庭同样重要。我同意你请假，但你要记住，希望你能在请假期间也能抓紧一切时间复习，希望你能分清事情的轻重要毒，不要因此错过了人生最重要的十字路口。我言尽于此。王主任，您放心，我的目标可是考上我们省西华大学，我对自己您就瞧好吧，哪怕我请假在家，也绝不会耽误学习，希望到时请王主任检验。行了行了，回去吧，别在这儿耍宝了，记住你的目标和承诺，我会一直关注你。什么事？刘老师，下周一开始我将请假2周，这是王主任签字同意的请假条，请您过目。曹雪雅同学，你要知道你已经高3，
不能随意因为一些事就请假2周，这对你来说是极为不利的。且你请假2周，也将影响到班级的总体成绩，责任你负担不起。刘老师，在我心里，我爸的腿至少现在是要远远高于我的学业，而且这是我家和我个人的私事，您不能也并无权利干涉或指责。还有关于您说的影响到班级成绩，我记得我一直是班级里的第1名，相信哪怕我请假2周，也绝不会将自己成绩降到低于班级平均水平，这点请您放心。今天在医院听妈说，施清雪每2周回一次娘家，最近正好2周没有回去，也就是说明天她大概率会回娘家。广田镇，我必须去一趟，最好是能跟着她，省时省力。就算她不去，我也得自己想办法摸过去。不过我得想个办法，不能被她认出来。对了，空间商城里会不会有这样的道具啊？玉面，看起来像个面膜，上脸后即可转换为另一个人的面貌，固定相貌，不可更改。太好了，正是我需要的，而且40几分的价格也在我承受范围之内。明天必须早起，去施清雪家门口堵人。完美，有了这张脸，以后办很多事就方便多了，再也不用担心被人认出来。陈勇，你个王八蛋，就知道跟我要钱！要不是看在孩子的份上，我早跟你拼了。20块，就这么被你这个赌鬼拿走了，真是晦气！累死我了！机会来了，收！我的东西呢？我的包裹呢？哪个天杀的偷了我的东西啊？是谁？是谁偷了我的东西？你们这群贼！我说大姐，你东西丢了就好好找，怎么还骂人呢？一定是你们偷的！我的包袱就放在脚下，那么大3个，一眨眼就没了，肯定是被你们偷了。哎，话不能这么说啊！你说你丢了东西，就算真丢了，那也是一个人的事儿，你不能把我们一车人都当成贼吧？就是，3个大包袱，那得多大动静？我们这么多人看着，还能凭空没了不成？再说了，刚才路上不是有人下车了吗？谁知道是不是偷了你东西的人早就下车跑了？这可说不准。对啊，你可不能血口喷人，我们可没拿。我的东西，我辛辛苦苦攒了1个月的好东西，还有昨天特地去供销社给我爹妈买的，全没了。我不管，就是你们偷的，赶紧把东西还给我，不然我就报治安所，把你们统统都抓起来。这位大姐，你先别激动，我们没偷你的东西，就算偷了，你也得有证据啊！你要是拿不出证据，那就是诬陷，我们也能告你污蔑。对，拿出证据来。可我3个包袱真的丢了，那你们说怎么办？这样吧，大家伙儿都看看自己的座位周围有没有这位大姐的包袱，互相帮个忙。到站了。都不准走！
你们偷了我的包袱，一个都不能走，必须调查清楚。干什么？放手！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不行，你不能走！怎么回事？都堵在门口干什么？是这样的，这样吧，各位在车上稍等一等，我去让车站驻点的治安员过来处理一下。你坐在他后面，有没有注意到什么异常情况？抱歉，治安员同志，我上车没多久就睡着了，一直到他大喊大叫才醒过来，什么都没看到。你呢？你有没有看到什么？我记得他刚上车的时候，脚下确实有几个包袱，后来我看他睡着了，再一转头，好像包袱就不见了。你确定？中途有没有人下车？包袱我确定有，但是中途有没有人下车，好像没有，我也记不太清了。那包袱大吗？你比划一下。啊？感觉不小，我记得他刚坐下的时候，腿都得微微曲着才能放下。这么大的3个包裹，在满载的巴士上，怎么可能悄无声息地消失？难道有人有特异功能？行吧，各位都散去吧。我的东西啊，你们不能就这么让他们走了！我的老天爷呀！够了，你可以看到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们偷了你的东西，我们会继续调查的。你也快点回去吧。2楼，东户，找到了。哎，你们看见没？刚进去那个，是不是施家大姑娘？今天怎么回事？空着手回来的？可不是嘛，她哪次回来不是大包小包的？要说孝顺，咱们这院里她那是头一份。我看她今天不对劲儿啊！头发乱糟糟的，眼睛红红的，跟兔子似的，低着个头，看见人也不打招呼。要我说，这施家大丫头也不容易，男人成天在外面赌，家里2个娃都靠她一个人拉扯。谁说不是呢？可她那个妈施老太婆，你又不是不知道，霸道着呢。我看她养那几个女儿，心都向着娘家。就这点来说，人家有本事。什么本事？我看就是那几个女儿傻，老太婆压根儿没把女儿当人看，但凡有点心疼，都不会这么往死里压榨。家里又不是揭不开锅，非得让女儿在婆家勒紧裤腰带贴补娘家。我说姑娘，你不是我们院的吧？你找谁啊？各位大娘好，吃点糖块瓜子吧。我是市里报社的记者，我叫吴昕，我这是来下面乡镇采风，想写一篇关于咱们老百姓美好生活的文章，听听大家自己的故事啊。好，谢谢啊。刚才听大娘们聊天，觉得特有意思，就没忍住多听了一会儿。哎呦，是记者同志啊，快坐快坐，大娘们别客气。我就想了解一下咱们普通人真实的日子，家长里短，柴米油盐，越真实越好。哎呦，那可太多了，我跟你说，各位大娘说的都太好了，都是积极向上的榜样。不过呢，写文章也需要一些反面例子来衬托大家的光辉形象。我刚才好像听你们说有哪家比较重男轻女，不心疼女儿的，有这回事吗？记者同志，你可问对人了。要说这事儿，咱们院里老施家那可是典型。那施家2口子极度重男轻女，为了拼儿子，整整生了5个，直到生出儿子才停止。可不是嘛，施家2口看见儿子对那小儿子宠得哟，回回都把那4个闺女那大包小包的带东西，还必须都是好的，不然就要甩脸子。唉，听大娘们这么一说，我这心里也堵得慌。难道这施家这么重男轻女，就没有个有分量的亲戚出来管管吗？管？谁管得了啊？施老太婆那脾气，10头牛都拉不回来。都是些普通小百姓过日子，谁比谁有分量啊？哎，
你们记不记得施老太婆是不是有个外甥女婿在咱们县里上班？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她是有事没事就念叨，说她那外甥女婿怎么有出息。县那可是不小的工作吧？怎么没见她来管丈母家的事儿？嗨，好像是管那些学生的。不过啊，要说施老太婆疼谁，那还得是她这个外甥女，有什么好吃的都巴巴的给人留着一份。目标确定了，不管怎么说，那也是铁饭碗，吃公家粮的了不起。这话说得对，要不都说她那个外甥女命好呢，嫁了个吃公家粮的，自己也跟着想。不过我之前在外省采访，就遇到过一个当上工厂组长的，那可是瞧不起老家所有亲戚。我们报社当时还专门做了报道呢。就说施同志，你可别误会，常来着呢，也没见他因为男人在政府上班就瞧不起人。这倒也是，那种情况还是不多见的。哎，你们看，那不是施老太的外甥女吗？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可真巧。瞧瞧，又是空着手来的。我跟你打赌，待会儿走的时候，保证大包小包的。那可不，就这样来往能不密切吗？我儿媳妇和她是一个大队的。这施老太的外甥女儿可不是个简单人物，当年不仅她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女娃上了高中，还勾搭上了她现在的对象，成功把自己嫁进了城。大娘，您儿媳妇是哪个大队的？前进大队。都这个点了，我得赶紧回家做饭了。看来没错了，丈夫在县里是千雪的表妹，陈倩的表姨，上辈子躲在暗处偷梁换柱的就是这对夫妻。图什么呢？不急，真相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现在才10月份，离高考还有大半年，时间还早。等我们一家从省城回来，再把这件事彻查清楚。时间还早，先去医院看看爸爸的情况。雪雅，今天怎么过来这么早？爸，你忘了我今天放假？对呀，今天周日，瞧我都糊涂了，谢谢。咦，雪雅，今天怎么来这么早？妈，你怎么跟我爸似的也糊涂了？哦，对，瞧我这脑子。妈，正好今天比较早，咱们去跟大夫说一下出院的事儿，再问问去省城医院的手续。好。是曹德明的家属吧？来，坐。找我有什么事吗？我们打算明天上午就办理转院手续。医生，我们在省里也没有相熟的人，这转院需要提前办什么手续吗？省医院那边会接收吗？随时都可以过去，你们用我们医院的救护车直接转过去，省医院那边自然会接收，这是正常的转院流程。谢谢你，医生，真是太感谢您了。妈，既然去省城没有问题，咱们就抓点紧，正好明天去办完过户手续，拿到钱跟就走。知道，放心吧，那些证件我都一直带着呢。就是这趟去省城，不知道需要多久，假要怎么？而且我和你爸俩去省城，别请2个期的假。至于省城，我和你们一起去。那怎么能行？你马上就要高考了，跟我们去省城一去2个星期，这得耽误多少功课？妈，我们现在的功课主要都是复习，在不在学校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如果让你们单独去省城，我在这边也不放心，到时候心神不宁的更耽误。况且万一你们不在的时候，爷奶他们找我麻烦。你说的对，能让你一个人留在这边，这省城咱们一起去。这回手续办完了，我儿子这房子总算是落地了。王师傅，有件事我得提前跟你们说声抱歉。我家德明明天一早就要转院去省城看病，归期不定。现在房子里住着的是他侄子，到时候你们交接时，怕是会有点麻烦。没事儿，你们安心去给老曹看病，房子的事儿你们不用操心。他要是不搬，我们就找公安。就是，这房本上可是我的名儿，我怕他。大妹子，你们有事去忙吧，我们就不耽误你们了。雪雅，咱们终于把这房子卖了，可是我怕你爸不同意。妈，这是好事儿，这房子分下来咱们1天没住过，凭什么便宜了老曹家那帮人？现在卖了给爸看病，值。走，咱们回医院。妈，爸，我下午想回老曹家一趟，顺便去村委办公室咨询点事儿。今天晚上我就不回来医院了，明天早上再过来跟你们会合。行，去吧，去村委问问也好。咱家这情况是该跟村里说一声。去吧。雪雅现在做事越来越稳妥了。你这孩子知道跟村里报备，真是长大了。明天早上直接过来就行，路上注意安全。知道了，妈。那你们好好休息，我先走了。那不是陈倩的爸爸陈勇吗？听说陈倩他爸在外面吃喝嫖赌样样都来，看这架势又跟这些人混在一起了。哎呀，小雅来了，是有什么事儿找我吗？邓主任，不好意思又来打扰您了。说什么打扰不打扰的，都是我应该做的。没事儿，说吧，有什么事儿？邓主任，你也知道我爸的腿伤现在很严重，县医院的主治医生说我爸必须去大医院才能做更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我和我妈是不会放弃的，只要有一线恢复希望，哪怕砸锅卖铁也会继续给他看。你可以放心吧。县医院已经建议我们去省城人民医院了，我们已经托县医院帮忙联系了，定好时间，明天一早就安排车辆转运过去。是省城的那个省人民医院吗？是的，主治医生说只有那里才有这个条件和方法继续治疗。那小雅，
你今天过来找我是想让我帮什么忙啊？如果在我的职责范围内，我一定义不容辞。邓主任，这次带我爸去省里治疗，我们一家3口都去，目前也不清楚检查和治疗大概需要多长时间。今日找您，一是向您报备我们家的大概行程，第二是爷奶给我们分家的房子正在建造，如果建成后我们还没回来，麻烦到时请您帮忙代为验收。哎呀，就这点事儿啊，小雅，你放心，这事儿就交给我了，保管给你办得妥妥的。谢谢邓主任，真是太谢谢您了。就是不知明日以后听到老曹家发生的事，邓主任会不会后悔今日的大包大拿？邓主任，还有一件事麻烦您，我们离家多日，但家里如方便，也请您偶尔过去看一看。放心吧，我空了会从那边转一转的。谢谢邓主任，谢谢邓主任，我家的事情可劳您上心了。看来爷还是精明，刚分家就把掌家大权没收了，2万多的现金，还有1本3万的存折，这应该就是他们所有的家底了。我爸妈每年上交的钱，除了花销和各家孩子上学，还有盖房子的钱，差不多也就剩下这么多了。其他几家只知道吃宫中的，自己倒是存了不少吧。幸好是90年代，银行还没电脑，取钱不用密码，不然这3万块还真不好取出来。办什么事？取钱，把里面所有的钱都取出来。幸好我有玉面，不然就凭着办事人员3番2次的打量，哪怕钱取出来了，后期他爷也能通过询问查出是我。至少从爷奶那边又增加了5万多。回头进空间看看那几个好大伯3叔和4叔家产有多少了。曹德明，家属在吗？准备转院了。在这儿。司机提前回来了，可以走了。来，帮忙把病人移上车。上辈子爸爸没机会去省城，这辈子一切都能改变。怎么会？东西呢？啊！德茂，曹德茂，你快过来！大清早鬼叫什么？德茂，柜子里的东西都没了，前几天还在的，没了，都没了，钱也没了。啊！谁偷了我的钱？这就奇怪了，怎么回事？德茂，是不是你拿了？家里的钱是不是你拿去办事了？要是你拿的，快拿回来呀！那可是咱家所有积蓄啊！你个老不死的，你疯了吗你？你胡说什么？家里的钱不一直是你管着吗？我什么时候没经你允许动过1分？你再好好想想，钱到底放哪儿了？还是说你把钱借给谁了？是不是又给你娘家了？我没有，我怎么可能把家都偷空了给我娘家？曹德茂，你别血口喷人！一大早吵什么？都不要上班了吗？老大媳妇你也是，德茂都要出门了，还拉着他吵，什么事不能等下班回来说？上班还上什么班？家都让人搬空了，还上什么班？你说什么胡话？家不是好好的在这儿吗？没了，全没了。妈，我们存的钱和东西都被偷了。什么？偷了？仔细想想，会不会记错了地方？家里好好的，怎么会遭贼？这我哪知道？你得问他，钱不都是他管着的吗？老大家的钱要是真被你拿了，赶紧拿回来，咱家可不兴出吃里扒外的。德茂，你快去报治安所，去报公安，咱家丢了个这么多钱，说不定能找回来。难道你也以为是我拿的？快去啊！好，要真是哪个天杀的偷了，抓到了看我怎么收拾他。老头子，老头子！家里有事儿，今天不下了。家里老大屋里的钱被偷了。你说什么？钱丢了，去报治安所啊？来找我干什么？你这大吼大叫的！老头子哎，你不想想，老大家的钱丢了，咱们的钱……找到了没？老头子，你是不是放其他地方了？别问了，我们的钱和老大家一样，也都丢了。家属这边办理住院手续。好，我这就去。雪雅，今天这个时间点估计也治疗不上，你先去找个招待所住下。妈，你一个人能行吗？要不我还是留下吧。之前都看你爸那么多天了，没事的，你赶紧去找个招待所休息休息，明天有的忙呢。行吧，我先走了。省城总算来了，上辈子我爸的腿就是在这里恶化的，这辈子绝不能重演。拎入家省医院治疗，一定能好起来。还有房子，趁房价没涨，一定要买一套，户口也要尽快迁过来。明年以省城学生身份高考，还有古玩市场，希望能找到能升级空间的老屋记。爸妈，我买了早餐。雪雅，你醒这么早？辛苦你了。
辛苦，快吃吧。护士说早上不能吃东西，要去做检查。哎呀，忘了，那只能我和妈吃了。曹德明，该去做检查了。怎么还没出来？不会有事吧？妈，别着急，检查时间长，正常。德明，感觉怎么样？没事，有点累。爸，您别说话，好好休息。妈，您陪护士推爸回病房，我去趟医生办公室。好，你去问问情况。医生您好，我是10号病床曹德成的女儿。哦，新转来的病人，坐吧，想问什么？谢谢医生，我爸检查完了，我想知道报告什么时候能出来。报告预计明天上午能出来，你们先安心住下，有情况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曹德明的情况刚来时确实严重，但恢复状况不错，身体底子好，具体还要等报告确定。谢谢医生，果然凌乳效果比我预想的还要好。爸妈，医生说了，情况好转了一些，但具体还是要等检查报告出来，今天也没有办法治疗。既然这样，那我就先出去逛逛，一些琐碎的小东西需要骗纸。行，你去吧，注意安全，早点回招待所。知道了。于家桥和前世我来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哎呦，老钟家儿子出息啊，考上美国大学，要去留学了。真的假的？美国？钟老太可得意死了，逢人就说指着宝贝儿子活。他家祖坟冒青烟了。听说美国家家住洋楼，开小汽车，用洗衣机、冰箱、彩电，跟神仙似的。去美国留学得花多少钱？老钟家出得起吗？我听说钟老太放话了，哪怕砸锅卖铁，也一定要送儿子去美国。砸锅卖铁？那会卖房吗？李医生，我们是曹德明家属，他的检查报告出来了吗？曹德明的家属是。报告显示，曹德明身体各项数值平稳正常，恢复不错。至于腿伤，目前看没有恶化或异变迹象。双腿失去知觉的原因不明，最大可能是剧烈撞击后的应激反应。应激反应？远距完全没知美。就你要之前后，先在本院持续9周耶次康复观察，必须坚持。一定坚持。治疗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康复训练要注意。妈，这才1周，爸身体就好转了。医生说有康复先例，我们只要坚持，3个月后复查一定更好。对，我们坚持。丹琴，医生怎么说？德明，你听见没？跟你的病人最后都好了，我们有希望，你要有信心。这身体精气神好多了。雅雅，你爸有我陪着呢，有事就去忙。爸这周康复治疗，我刚刚问过护士了，你们吃完早饭出去，好，上午不来了，招待员要及时给打电话留言，我马上赶完。行，你去吧，注意安全。看来还得去于家桥那边看看，那个程家的房子能不能卖。哎，你们说老钟家房子卖出去了没？就老钟家2口子狮子大开口，谁买谁是冤大头。可不是，就那破房子，张口2万块，想钱想疯了。除了院子大，里面空空如也。他们把房子卖了，住哪儿啊？切，还能住哪儿？几个儿子家轮流住呗。为了小儿子，偏心偏到旮旯窝。没办法，谁让小儿子争气呢？哄得爸妈卖老房子，就为供他去美国上学。哎，我去东边老李家一趟啊。这位大妈您好，我想问一下，您认识这边一户姓赵的人家吗？叫什么名字？我们于家桥姓赵的不多，是我外婆的救命恩人，只知道姓赵，很多年没来往了。大妈，我能去您家讨碗水喝吗？找了一上午没头绪。行，来我家坐坐，喝点水吧。之前买的糖可算有用处了。哇，谢谢阿姨。糖果。大妈，咱们是缘分，刚好有糖给孩子们甜甜嘴，也感谢您接待。我也想向您详细打听恩人信息，希望您不吝赐告。还让你破费了，快来院子坐会儿。我外婆与恩人失去联系后，这么多年都在念叨，心心念念不忘。那人是于家桥的，外婆只说是在于家桥见的最后一面，是不是于家桥的并不清楚。不过外婆因为恩人对于家桥颇有感情，时常念叨。我妈从小听着长大，这次全家来省城看病，一有时间我就替我妈来寻访，要是以后能住这里就好了。大娘，我爸腿伤严重，已无法行走，后期要常来省城复查康复。如果找到恩人，既能报答恩情，也能照顾我爸。难道你们找到恩人，想在此处买房子？那倒不一定，但如果真找到，也不是不可以考虑。我以后要来上大学，我爸治疗也在省里，如果能靠近恩人就更好了。唉，
姑娘啊，这么多年过去，你家那位恩人一时半会儿可不好找。要我说，你们既然有心在省城落户安家，最好早做打算，先把房子买好安顿下来，治好你爸的病，再慢慢寻访恩人。你说是不是？大娘，您是长辈，吃过的盐比我吃过的饭都多，说的话有理，恩人可能没那么好找。可不咋地，恩人一时半会儿找不到，但该买的房子还是要买。你说是不是？这可真是刚瞌睡就有人送枕头。大妈说的有道理，但现在房子不好找，我家就算想买，一时半会儿去哪里寻？这事倒也不着急。姑娘怎么不着急？我跟你是急着卖房子，院子可老大了，房子也宽敞，你们一家三口哪怕外婆他们的来也尽够，院子里还种了棵大枣树，夏天淋凉，秋天枣子可诱人了。大妈这么卖力的推销钟家的房子，难道是能得些好处？大妈，我这几日就要随爸妈回去了，这几天功夫买所价值不菲的房子，是不是太仓促？要不我再考虑考虑，或去其他地方看看。虽然余家桥对我家有特殊感情，但到底离城里远，还是城里房子离医院近，生活方便。姑娘，要不大娘带你去看看房子，看过了你就知道，大娘没瞎说。而且房子价格，大娘保证给你谈妥，放心。这房子你要真买下来，咱们以后就是邻居，是自己人。大妈，这就去看？择日不如撞日，今天我们有缘分，让你碰上此等好事儿。大妈跟你说，这可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好地方。大娃，和你爷爷说，让他中午回来做饭，奶出去有重要的事儿，不用等我，我办完自会回来。知道了，奶奶。姑娘，这钟家房子有一面靠街，1排3间，房子可宽敞了，后面是个大院子，院子后还有一块菜地呢。大妈，这房子是不是有些……姑娘，你别看外表不咋地，内里真不错。走，带你进去看看。钟家的，老钟家的在不在？谁呀？进来吧。原来是大妹子，有事儿吗？大嫂子，你那房子卖出去了吗？我今天可带了个姑娘来看房。还没呢，没想到2位是来看房的。那快，屋里坐，屋里坐。姑娘，快请坐。大妹子，你也坐。这老太太真急了，对我后面计划有利。老嫂子，我给你带了位诚心买家，姑娘家底厚实着呢。老嫂子，带我们参观参观房子，让姑娘心里有数。对，姑娘，来，我带你看看。这几间以前是他家其他孩子住的，现在成家分出去了，空着。你要是买下来，收拾都能住人。房子格局不错，够宽敞，稍加改造，是个不错落脚地。姑娘，你看房子多好，面积大，收拾干净，你买下来添置东西就能住，省心。房子我看了，之前跟李大妈说过，在我家买房子不急，只是李大妈跟您关系好，非拉我过来参观。不过虽然现在买房不急，城里对我爸看病更方便些，但如果各方面都合适，也不是不可以考虑。就说吧。大妈，您这房子诚心出售的话，价格多少？有，绝对有诚心，我们家真等着钱用呢。姑娘大妹子，你们稍等一下，我出去寻下老头子。卖房是大事儿，得我们2口子一起谈，几分钟。不瞒你说，小姑娘，我们家房子真心实意要卖，给小儿子凑钱出国。你放心，我们1.8万怎么样？我的乖乖，早上听说的还是2万呢，这是真急疯了。大爷大妈，价格我记下了。这么大的事，我得回去和家里人商量一下，晚点给你们回复可好？应该的，该跟家里人商量。那我们等你消息。姑娘，这价格真不高，1.8万呀！这么大院子，我的老天爷，我手里有钱都会毫不犹豫买下来，太划算了，你可别错过了。1.8万，比我预想的还低。他们不知道，10年后这院子怕是翻几10倍都不止。大妈，你说这房子真的好，真的便宜？姑娘，咱们以后是邻居，我还能坑你？这房子不说别的，单就位置和面，你买着就吃不了亏。别说你家3口，就是5口8口都住得下。咱们余家桥卖房的人少，你看老钟家上午对外还咬死2万，一转眼就自己降2000，这说明啥？说明他们真急了。你再犹豫，保不齐下午就有想捡漏的找上门，到时候可说不准了。这大妈不去当中介真可惜，这口才这心理战术一套一套的。大妈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要不是我手里没闲钱，这房子我第一个就拿下了。姑娘，你有啥顾虑就跟大妈说，能帮上的绝不说二话。主要是我和我爸妈后天就要回去了，听您一说，我真觉得还紧完了，可时间怕是来不及啊。哎呀，我当是啥大事儿，这事儿包在大妈身上。老头子，赶紧去村委问问，就说老钟家的房子有人要买，过户手续咋办？要多长时间？快去！好。大闺女，咱们余家桥现在看着是旧了点，但这位置在我老婆子看来可是块宝地。你信大妈的眼光，保不齐再过几年就发展到咱们这儿了。真没想到，一个普通农村大妈竟有这样的眼界。确实，再过4、5年，这里就会被规划成开发区。我问了村长，村长说老钟家的房子手续齐全，要过户办得快的话，半天就能弄完。姑娘，你听见没？半天就够了，这下你总放心了吧？大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更有底了。我是真看中了，就是这么大的事儿，跟我爸妈商量一下，听听他们意见吧。那倒也是，买房子是大事。姑娘，这买房的钱在你爸妈那里吗？
大妈，家里这钱可都在我这儿，我随身带着呢。也就这次赶巧了，今天出来顺拜带上了。大妈是过来人，这房子好，保不齐别人也盯着呢。现在这年头，有决断的人可不少。闺女，你说大妈说的在理不？大妈，您说的有道理，确实是这么回事儿。那姨大妈您的意思呢？姨大妈说，那当然是现在就定下来最好，省得下午又出变故。大妈，我就把这房子买了。哎呦，我说姑娘，你可真是个干大事的料。我去外面转了转，看看咱们余家桥的环境。咱们这儿环境好着呢。姑娘啊，我把老钟两口子叫过来了，有什么问题咱们当面锣对面鼓，一次性说清楚。行，我主要就一个问题，这房子是只有叔叔阿姨2个人的，还是说家里其他子女也有份儿？哎呀，姑娘放心，房本上就是我2口的，就是这房子卖了，能不能让我们老2口再住个半个月？这没问题，阿姨，别说半个月，1个月内你们随时方便搬走都行。哎呀，那可太谢谢你了，姑娘，你真是个好人。那行，既然都没问题了，咱们现在就去村委会办手续。好，现在就去。大爷大妈，你们先上车等我一下，我还有个事儿想单独咨询一下村长。姑娘，怎么了？还有什么事儿吗？村长，有件事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买了这边的房子，能不能把户口转过来？姑娘，你这个情况我了解了。现在你买了钟家的房子，有了固定落户地址，户口的事儿倒不难办。真的吗？不过有2点要说清楚。第一，户口从农村转到城里需要缴纳一笔户口转让费，大概5000块。这个没问题。第2点，户口转到余家桥，村里的粮食补贴之类福利你是享受不到的。太好了，我本来就不在乎补贴，只要户口能转过来就行。村长，谢谢您，我明白了，我主要就是为了以后方便。行，心里有数就行。那太谢您了，村长，我这就去镇上办手续。手续都在这儿了，房款当面结清，这边盖章，房子就是你的了。哎呦，这姑娘可真有本事，幸好有空间，不然带这么多钱在身上真不安全。您点点，18000块，1分不少。好了，从重生到现在不到1个月，我们家终于在省城有自己的根了，以后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姑娘，那我们先回去了，以后就是邻居了。谢谢你啊，姑娘。大妈，你们路上慢点。为什么要落户到省城来？我今年高3，明年参加高考。我爸爸出了车祸，需要在省城人民医院长期治疗，情况清楚了。本省外地转户口20块公过费，外加5000块户口转移费，材料都带齐了，都带了，钱也带了。好了，以后你就是省城户口了。雅雅，今天怎么又过来了？是不是想爸妈了？爸妈，你们快坐下。瞧你这开心的样，是捡到钱了。妈爸，比捡到钱还开心，我在省城给咱们家买好房子了。雅雅，可是真的，你真的在那里买了房子？真的，妈，你看，这是房产证，上面是我的名字，3间大瓦房才1万8。好孩子，我女儿有出息了。房子解决，这2天得抓紧去逛一下古玩市场了。爸，以后你就安心做康复，我们家有希望了，而且我的也转过来了。转得好，转得好啊！我的雅雅以后就是城里人了，以后在那里机会也多。你这孩子真是想得太周到了。妈，这次时间紧，等下次我带你们一起去看看咱们的新家。我们呀，在那里可是有家了，比我想象的要小一些。一条街是古玩玉器，另一条是花鸟绿石，目标明确，先去古玩街。上一世就听说过有人捡到大漏，一夜暴富。虽然店铺里的东西可能更好，但价格也高，还是先从地摊逛起，碰碰运气。东西太多了，看得眼花缭乱，空间一点反应都没有。看来这一路都没什么带灵气的东西。又是那个丁兆星，在这条街上横行霸道。是啊，可怜那个金老头了，8成又被他给盯上了。找到了，地摊上逛了半天没动静，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灵物，看这反应，绝对是个好东西。我说金老头，这鼻烟壶我能看上，那就是你的福气，别不识趣啊！丁老板，你这出价实在是太低了，这鼻烟壶可是个老物件，是从我爸那一辈传出来的。当时收购价都不止这么多，你出的这个价我实在卖不了啊！我说金老头，你别不识相，我能给你200块，这都已经是看在大家是老朋友的份上了，你别给脸不要脸。200块，这丁老板也太嚣张了，简直是强买强卖，反应越强，说明这东西对空间越重要，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今天我一定会把这个东西拿到手。治安员来了！治安员来了！快跑啊！治安员来了！快跑啊！老金头，我劝你还是识相点，早点将东西出手给我。今日我在这里说了，这东西除了我，谁也别想买回去。谁要是想买，那就是跟我作对。金老头，最后给你3日功夫考虑，3日后我再找你。姑娘，你有什么事儿就在这里说吧，不会是认错人了吧？我可没见过您。可大爷，半个小时前我可是见过你的。哦，姑娘，我这鼻烟壶是个好东西，但现在那姓丁的看上，你要买，这麻烦可不小。那个大爷，我对鼻烟壶很感兴趣，不知你能不能先让我看看，我只看一眼就行。
这空间震动比之前还要强烈，看来我猜的没错。姑娘，这鼻烟壶虽是个好东西，但你还是别掺和进来了，不值得你因为这个去得罪你得罪不起的人。你不知道那丁兆星……谢谢大爷的好意，只是我确实很喜欢这鼻烟壶。如果大爷愿意出售，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此后与大爷并无瓜葛，其他的事情我自会处理。大爷，不瞒您说，这东西我很喜欢。之前在街上，我听丁兆星给您的价格是200块，这东西刚刚我也看了，确实是个好东西。我现在愿出2000块，如果您能接受，我们现在就成交。这是不是太多了？这老头子一向都这么黏黏糊糊、磨磨唧唧，一点都不痛快。姑娘，这3样东西都给你，2000块钱，我们也没占你便宜。我还没答应呢。好了，东西你已经拿到了，之前该说的也已经说了，赶紧走吧。大爷，我这就先回去了。鼻烟壶我很喜欢，以后有缘我们再见。这次的反应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强烈，真是让人期待啊！不知道这次升级后，空间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曹德明同志，您恢复得非常不错。明天出院后，每日仍然要坚持做康复治疗，气色很好，保持这个状态。出院后要定期回来复诊，有任何情况及时过来咨询。老师，我看曹德明同志相比其他病人恢复效果特别好，不知是有什么特殊治疗吗？像曹德明同志的这种情况确实不多见，但这也不是没有，这和每个人的个体差异有关系，还需要后期多观察。雅雅，你快过来！你爸今天医生检查说他恢复的特别好。你们好歹给我留点啊！再见，省城，我很快会再回来的。爸，下午我和妈得回老曹家一趟，把咱们那屋子简单打扫收拾一下，顺便也去看看他们应下的那3间新房盖的怎么样了。是啊，德明，而且咱们走之前拜托了邓主任帮着照看家里，回来了也得去大队说一声，告诉人家我们回来了，不然多失礼。应该的，你们去吧，我这边没事。事情不少，跑来跑去怕是要大半天。妈，咱们能不能托值班护士帮忙照看一会儿？行，咱们去护士站问问。护士同志，有什么事吗？你们去省城医院那天，你婆婆就是林大花，带着孙子曹学平来医院闹了一场。林大花来干什么？林大花直奔病房找曹德明同志，发现人不在就问我们，知道你们转院去省城后，林大花当场就发飙了。林大花高声辱骂你们，说你们一家是小偷是贼，偷了林大花家的钱，携款逃到省城去了。当时闹得可凶了，医院秩序都被林大花打乱了，最后还是保安把林大花强制拖走的。林大花怎么能这样无凭无据的污蔑我们？在医院里也这么闹？是啊，所以你们家现在在医院可是出了名了。不过你们也别担心，就算没人信，我们也不能这样的污名。雅雅，走，我们去治安所。你们遇到什么事了？治安员同志，我们要报案。我们家被污蔑了。我们家刚从省城医院转院回来，结果听医院护士说，我们走的当天，我奶林大花到医院大闹，说我们偷林大花家的钱，还说我们是携款潜逃，这无凭无据的，给我们的名誉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希望治安员能够调查清楚，还我们家一个清白。你们稍等一下。杨志安，前几天曹家那起失窃案是不是你负责的？来一下报案室。什么事？他们说的是曹德明一家。哦，是你们啊。杨志安，我是曹德明的妻子，这是我女儿曹雪雅。我们今天是来报治安所的，我们被我婆婆林大花污蔑了。林大花到处宣扬我们偷了林大花家的钱，还说我们携款潜逃，我们一家是冤枉的啊。情况我大致了解了。治安员同志，我奶这样在村里在医院造谣，我奶虽然不喜欢我爸，但林大花怎么可以如此说我们家呢？今天我们来报治安所，也是希望治安员同志能和我们回一趟村里，将当日的情况说清楚，尽快查出凶手。如果确有人偷了奶家的钱，一定要尽快将凶手绳之以法，也还我家一个清白。好，我跟你们走一趟。杨志安，您怎么来了？可是村里有什么事发生？村长，是我报的警。中午听医院说，我们走的当天，我婆婆大闹医院，说我们偷林大花家的钱，去派出所报了警，希望治安员能将事情调查清楚。我也想问清楚，为何如此怀疑我们？我家德明躺在床上无法动弹，我每日在医院陪护，女儿2头奔波，如何就可以空口白牙的污蔑我们？难道是看我们好欺负？如果这事儿不说清楚，这就是赤裸裸的污蔑！我不相信了，这还没有天理了。妹子，我知道你心里气愤，这个事情，谁家摊上这样的婆婆也是没办法。这会儿报了警也好，让治安员同志调查清楚，还你们公道。村长，麻烦派个人去把曹家的其他人叫过来。好。
我这就去。来了，好戏开场了。这一家子丧门星可算死回来了。怎么偷了钱想跑路？我告诉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你有种就别回来！你胡说八道什么？你家丢东西关我们什么事？有事你去找治安员，别往我们身上泼脏水。你个烂了心肝的黑心玩意儿，还敢顶嘴！我家的钱不是你偷的，是谁偷的？不是你偷的，你跑什么？偷完就跑！今天不把钱交出来，你就别想再进我们老曹家的门！治安员同志，您都听到了，我婆婆说钱是我们偷的，那就请她拿出证据。这里是村委会，不是你家菜市场，能不能好好说话？你叫林大花是吧？你说你家丢的钱是程丹琴和曹雪雅偷的，证据呢？不是明摆着的吗？他们前脚刚走，我们家后脚钱就没了。不是他们偷的，他们跑什么？还跑去省城？谁没事去省城？我问的是证据，不是你的猜测。人家去省城是给你儿子治腿，这事儿全村都知道。我不管什么腿不腿的，没钱了，我们这一大家子怎么过啊？他们就跟我们住一个院子，不是他偷的，是谁偷的？你们说说看，之前你们两口子工资绝大多分都上交了，就算存了私房钱也没多少，那你们哪里来的钱去省城给老二看病？你看，我就说这老二一家子表面老实，肚子里全是奸猾，这钱肯定是他拿的。这黑了心肝的玩意儿，把我们一家子的钱全掏空了，我们这老老少少的还怎么活呀？老二家的，我知道你是为了德明，这样吧，钱你拿去给德明治病那部分我们就不追究了，你把剩下的还回来，毕竟我不能看着他不管。是啊，二弟妹，就算给二弟看病花了一些，你把剩下的还给我们行吗？你看我们这一大家子一分钱都没有，这日子可怎么过啊？你们先别着急，我了解一下情况。跟他废什么话？钱就是他偷的。你个死贱人，把我家的钱还回来！不还钱，我今天就撕了你！干什么？还有没有王法了？闹什么？再闹全都给我出去！治安员同志、书记、主任，他们刚才说的我一句都不认，我没拿他们家的钱。至于我公公问的我们哪来的钱带德明去省城看病，确实就像我公公说的，分家那点钱别说去省城的数，我们连县医院都进不去。但你们是不是忘了我家德明是药厂的技术员？我家德明可是分了房的。我们娘俩为了德明的腿能重新站起来，我们把药厂分给德明的那套房子给卖了。你个烂了心肝的贱货，那是我家学平结婚用的房子，你凭什么卖？这都住了多少年了，你卖了房子他住哪儿去？你个不得好死的！怎么，我家的房子我还卖不得了？房本上写的是谁的名字？曹德明。药厂分房分给的是谁？曹德明。让你们白住了这么多年，还真住出幻觉来了，以为房子是你们的了。放你娘的狗屁！安静，程同志已经解释清楚了钱的来源。我最后问一遍，你们说他偷钱有没有证据？没有证据，以后谁再敢乱说，就是污蔑诽谤。受害人要去报所，我们可以依法进行处理，罚款或者拘留。治安员同志，这几天我婆婆林大花必须在村里的大喇叭上承认是她胡说八道，还我们一个清白。我呸！你个白眼狼，还想让我道歉？你做梦！赶紧把房子给我弄回来！别抓我！别抓我！我道歉还不行吗？您放心，这事儿我一定处理好。老曹，道歉的事儿就定在3天后一早，回去好好准备。要是再出什么幺蛾子，放心，村长，一定好好准备。邓主任，真是不好意思，又给你们添麻烦了。但是我们也没办法，这事儿要是不说清楚，我理解这几天村里那些风言风语，确实该澄清一下，要不然对你们影响太大了。这是我们从省城带回来的几样特色吃食，不值什么钱，您和家里人尝个新鲜。人都是相互的，你们有这份心，我就很高兴了。这可怎么办？妈，我们去找包工头吧。这房子必须尽快盖好，不然爸回来没地方住。是丹琴啊，快进屋坐。刚从省城回来吧？李师傅，我家的房子你也知道情况，听说已经停工了。弟妹，后续的钱一分不给，你们又不在家，我这心里也没底，不知道这房子还建不建，只能先停了，等你们回来拿个主意。李师傅，这房子我们肯定要建，您看要是把剩下的全部盖完，大概还需要多长时间，还要多少钱？你们这房子简单，就3间正房，地基和墙根都起了，后面快得很，只要材料跟得上，最多15天就能完工。钱的话，你再给1500块就行了。
李师傅，这也太少了。我知道你是好心，可我们不能让你亏本给我们干活啊。亏本倒不至于，就是少赚点。咱们一个村的，你家又碰上这事儿，钱您先拿着，还有个事儿想麻烦您，您看能不能尽快开工？德明他等着出院回家养伤呢。放心，我明天就叫人去拉料，后天就给你动工，保证让你家德明出院前住上新房。李大叔，我还想问一下，如果我们想再建个院子，把房子圈起来，这围墙大概得多少钱？那要看你们想圈多大的地方，要是圈个200米左右的，差不多300块钱。妈，我们加个400米的吧。400米？现在是大了点儿，可过几年这里要拆迁，院子面积也是算赔偿的，这便宜不占白不占。行，就听你的，李师傅，那就再加个400米的围墙。成，都包在我身上。那就麻烦你了，李师傅。好说好说。这比上次升级还要厉害啊！太好了，不仅升到了3级，种植面积翻倍，最重要的灵乳也升级到了20年份，发达了发达了！看来很快就能收获第一批了。新开垦的1亩地，等下次去省城卖掉药材，正好再买些新的种子回来。快看，曹学亚今天怎么来了？他不是请长假了吗？你不知道，听陈倩说的，他爸去省城看病，腿已经瘫了，估计是治不好了才回来的。果然，喝了升级后的灵乳，我的学习效率又提高了。以前要琢磨半天的难题，现在一眼就能看透关键。大题你快点抄。谢谢你，学雅。学雅，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回来也没告诉我一声，我好去你家找你啊。又想让我给你当工具人赚资历，又对我家的困境冷眼旁观。哼，这班主任的脸皮可真够厚的。除了陈倩，还会有谁呢？心眼这么多，可惜全都用在了我身上。陈倩、施清雪，你们母女俩到底为什么就这么见不得我们家好呢？翻吧，翻得越仔细，失望就越大。学雅，你做的是什么试卷呀？是从省城带回来的吗？能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吗？我做什么试卷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一个班级排名30开外的人，能看得懂吗？而且你这么热心肠，怎么不去重点班把人家的试卷摇来，整理好分给我们班有需要的同学呢？学雅，你怎么能这么说我？我们是好朋友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好朋友？你要真拿我当好朋友，就该知道我请了1周的假，落下了多少课，而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浪费我的时间。我还要考省城的大学，不像你，没那么多时间陪你闲聊。按课铃响起，上课。不知道陈倩有没有去告状，不过无所谓了。曹学雅，上次说的省里作文比赛，现在就差我们班的稿子没交了，截止日期是后天，这2天你抓紧时间写一篇，尽快交给我。好了，我们现在开始讲课。这是想逼我必须参加，哼，那我正好陪你们玩玩。小雅，小雅在家吗？听说你回来了。于梅，她来干什么？在呢。大伯母，这么晚了，有事儿吗？你爷奶让你去趟堂屋，说有事找你。这个死丫头，现在翅膀硬了，要不是为了我才懒得来叫她。爷奶，不知道这么晚了，兴师动众的找我过来，是有什么大事要宣布？你看看你现在像个什么样子，一个姑娘家家的，天天在外面疯跑，还要不要脸了？谁家大姑娘像你一样没个正形？如果叫我来就是为了听您说教，那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屋了，我作业还没写完呢。小雅，你别走，你爷奶真有正事儿。小雅，听说你们昨天从省城回来了，你爸他的病治得怎么样了？腿好了没有？哼，终于问到点子上了。
我还以为你们真不关心呢。哟，原来爷还记得你有个腿受伤的二儿子呢，我还当您早就把他给忘了。你怎么跟你爷爷说话的？还有没有点规矩了？规矩？我倒不知道我们曹家有什么规矩。难道曹家的规矩就是看谁没用了？那这规矩可真是新鲜。好了，都给我坐下。小雅，大爷，您这些老生常谈的话，等我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你们不就是想问我爸的腿吗？那我今天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们，我爸这腿可要让你失望了。没好，医生说以后都得坐轮，这辈子是没法再给你们当牛做马卖命赚钱了。这个结果你们满意了吗？我告诉你个死丫头，你回去跟你那个白眼狼的妈说，你们卖房子的钱一分不少的给我交出来，不然我跟你们没完。那可真不巧，又让您失望了。卖房子的钱这次去省城我早就看病，一分都没剩下。您要是想要，可以去城医院的收费物要去。今天可是个好日子，林大花要公开道歉，这出好戏我可不能错过。眼狼配了心肝的，不得好死，天打雷劈！喂，各位村民，大家早上好。关于近日曹家钱款被盗一事，镇上派出所公安同志已经给出了明确指示。我就知道他不会好好道歉，不过有了村长的解释，那些流言蜚语总该消停些了，至少明面上不会再有人敢胡说八道。雪雅，刘老师之前说让你今天交作文比赛的稿子，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你可别忘了哦。哼，你就装吧，等你辛辛苦苦写出来的东西成了我的垫脚石，看你还能得意多久。大爷，这是我昨晚写的一篇作文，您帮我看看，有好的建议记得提醒我哦。哎呦，小曹同学这么用功啊！行，大爷替你长长眼。请进。是你啊，之前请长假的那个曹雪雅同学，有什么事吗？主任，我是跟您报备，长假已消。另外，这是我参加省里作文比赛的稿子，特意给您送过来。稿子交给你们班主任就行了，不用到我这里来。雪雅，刚刚刘老师过来找你了，好像是说作文比赛的事。雪雅，我知道你学习忙，要不我给你交给刘老师吧，省得老师着急，待会儿还要再跑一趟。那行吧，不过你小心些，我这作文稿子可是我花了1个晚上才写好的，丢了我可得找你。放心，保准不会出任何差错，我现在就去。这陈倩是谁啊？竟然得了省里的特等奖！是啊，特等奖得多厉害啊！听说不是重点班的呢，想来一定很优秀吧？我听说这次奖金可丰厚了，要是我得的该多好啊！听说有2800块呢！哇，真的假的？真的，太厉害！曹雪雅，你出来一下。雪雅，你现在去我家里一趟，帮我拿一本书，我现在急用，快去快回。就知道他不会安分，只是想让我错过现场，等生米煮成熟饭。还愣着干什么？快点，我等着急用。下节课我会跟你们数学老师说，你晚点过来不要紧。行吧，我这就去。大爷忙着呢。哎，小曹同学，你这怎么没去班级上课呀？怎么跑到我这儿来了？这不就怕大爷您太闲了吗？趁着下课时间，特意来找您唠唠嗑。你这小丫头嘴倒是甜。行，想唠啥来，大爷陪你。大爷，我上次给您的那篇作文您看了没有？有什么需要指教的地方吗？哎呀，瞧我这记性，那天下午正准备翻开看呢，结果有人敲门打断了，后面就给忘了，不知道随手放哪儿了。你等等啊，大爷这就给你找找。大家注意节奏！你看这本子放这么下面，大爷我都给忘记了。我现在就看啊！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早上好！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表彰在全省作文比赛中获得特长的优秀同学高2、3班的陈倩同学，她凭借一篇名为《青春逐梦》不负她的优秀作品，为我们学校赢得了荣誉。希望大家有请陈倩同学为我们朗读她的获奖作品。同学你冷静一下，咱们再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难道还看不出来吗？大爷一不是我的作文吗？为什么现在获奖的却是陈倩？我要去问问清楚，我要去问问老师，问问校长他们。大爷你别拦着我，我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刘老师，我记得这篇作文是我写的，我就说这篇作文是我写的，为什么现在获奖的却是他陈倩？你能不能和我解释一下？你们都和我去校长办公室，有什么事儿去办公室说清楚。都到了，行，那就把事情说清楚。主任，这是曹同学的作文本，您看看，是不是跟广播里念的陈倩同学的那篇一模一样？校长，这篇作文确实是曹雪雅同学的。我记得之前他在办公室找我，让我提意见的时候，我就看过这篇，当时还夸他写得好。主任，您是不是记错了？陈倩的作文我也看过的，她写的确实很好。是吗？刘老师，我的作文你没看过吗？
还是说你看过但假装没看过？曹雪雅，你别血口喷人！我什么时候看过你的作文了？你的作文我怎么会知道？够了，刘星珠，现在不是狡辩的时候。主任都说了看过。刘老师，你不承认也没关系。我没有。没有？那我倒想问问，我那篇《青春逐梦，不负韶华》。怎么就成了陈倩同学的获奖作品？刘老师，你不承认也可以，那我可就直接报警了，让警员来好好查查。而且我也可以去报社投稿，或者去市教育局投诉，让他们这件总有水落石出的时候，也让他们考察考察特等奖的写作水平。真金不怕火炼，想来刘老师你也是不怕的吧？哎，听说这次特等奖的奖金可是有2800块呢，不知现在钱在哪里？不会都在陈倩你那儿吧？没有，我只分到了1000块，其他的都在刘老师那里。完了，都完了！曹同学，这事我们都已经知道了，但还是需要开会讨论一下，再公布处理结果。在这件事上，我们知道你受委屈了，但你放心，学校一定会妥善解决，绝不会偏袒任何一方。最晚明天下午，我们会公布处理结果，你看行吗？好，我相信领导们一定会秉公处理，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毕竟我也是学校的一员，也不想把事情闹大。经学校校务委员会研究决定，对高2、3班学生陈倩在省作文比赛中存在冒名顶替行为，予以开除校级处分；对高2、3班班主任刘星珠因严重失职并涉嫌参与作弊行为，予以辞退处理。学校将以此为戒。这真是咱们的新家，我不是在做梦。你看看，这沙发、这电视都是雪雅用奖金给我们置办的。以后我们一家人就在这里好好过日子。爸，你就安心吧，以后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哎呦，丹琴，你们这新家可真是亮堂，恭喜恭喜啊！是啊，德明哥，你可算是有福了，有这么个争气的闺女。我们都听说了，雪雅这丫头太出息了，作文得了特等奖，那可是光宗耀祖的大事儿，给咱们全村都争了光。快进来坐，快进来坐。李嫂，你们太客气了，还带东西来。哎，这可不是运气。李婶、张嫂、王叔，你们快坐，都是运气好，老师教得好。我们都听说了，有人冒名顶替，最后还是把奖还给你了，这叫是金子总会发光。哎，丹琴，你是不知道，你婆家那边可是闹翻了天了。他们又怎么了？还能怎么着？不就是为了钱呗？家里没有钱，饭都吃不上，3个儿子都闹着要分家呢。这不前2天，3个都带着老婆孩子半夜跑了，可不是嘛？就你那个婆婆，因为这事儿气得病倒了，也没钱上医院，在家躺炕上，哎呦，真是造孽哟！陈倩被开除，刘星珠身败名裂，他们都为自己的所作所付出了代价。老曹家那些贪得无厌的吸血鬼，也因为自己的贪婪和愚蠢分崩离析。爸爸妈妈都好好的在我身边，我们有了自己的家，远离了那些噩梦，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不仅要让他们过上好日子，更要亲手创造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幸福光明的未来。